女人用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供大儿子出国留学，可当她年老病重急需手术费时，大儿子却翻脸不认人。大哥，你上大学出国留学花了家里那么多钱，现在妈动手术，大哥这钱你就都拿了吧。老三，我考大学出国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家里也可以供你，你有这能力吗？妈是大家的妈，这钱应该大家平摊。我是没能力考大学留学，那我也没花家里那么多钱呢，家里为你付出的最多，前年的拆迁款你自己就占了一半，这手术费去哪说你都应该拿。我承认我花家里的最多，那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我欠你们什么。老三，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法律上可没有说哪个子女花费高就要承包老人的赡养费和医药费。况且留学的也不止你大哥，小妹不也留学了吗？你们也不要光盯着你大哥。大嫂，按照公序良俗，养老就是儿子的事，我也没有得到家里的财产，所以这些问题不要牵扯到我。小妹，你可真搞笑！现在是法治社会，你在国外这么多年，还给我们讲公序良俗。你是妈的女儿，就有赡养的义务。要我拿钱也行，你们先把得到爸妈的财产拿出来看病，不够的我们再平摊。咱妈的财产又不是全都给我了，而且从法律上来说，那是咱妈的财产，她愿意给谁就给谁，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不管你们得没得到财产，你们都有赡养的义务。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全部下来要20万左右，不包括后续的治疗费用。那咱们5个一人4万，是这个意思吗？二哥，我又没有得到家里的财产。闭嘴！二弟，我没有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啥情况，不过我可以出力，妈住院以后我伺候。大姐，谁家的日子都过得不容易，你不拿，你那份就得摊到我们几家身上。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们家是没有钱，就这4万还得回我娘家借呢。妈，咱们砸锅卖铁也给姥姥的手术费凑够，反正不能耽误给姥姥看病。既然手术费谈妥了，接下来就是赡养问题了。刚才大姐不是说能照顾吗？舅妈，你别欺人太甚。我妈说我家没钱，你怎么没听到？就听到你想听到的。大哥，你什么意思？你直说就行。我跟你大嫂都工作比较忙，看看能不能你们几家轮流照看一下。当然不白让你们照看，我们出钱。宋大强说完，见大家谁也没有搭腔，他面上尴尬了一下。大姐，大舅，免开增口。轮流照顾，1家1个月。大哥，从你开始。事情商量的差不多了，几人都起身扬长而去，只有大女儿留了下来。妈，你晚上想吃点啥？我给您做。林老太没有回答大女儿的问话，掏出一个蓝色小包塞到大女儿的手里。这个你拿回去吧。妈，我不要，您自己留着，我有钱。给你，你就拿着。春华呢，这些年辛苦你了，妈对不住你，你以后长点心眼，别这么傻了。吃过饭后，林老太躺在床上渐渐睡着了。再睁眼，她发现自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刚好是大儿子出国留学的前几天。妈，你倒是说句话啊！我说什么？林之秋还没回过神来，下意识地问道：怎么还没老就痴呆了呢？不过今天说什么都得把钱的事落实下来。妈，大强单位好不容易有出国的机会，咱们可不能错过了。等他出国深造回来，就算熬出头了，以后咱家要啥有啥，一辈子都不用愁了。林之秋伸手使劲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疼得他眼泪差点掉下来。可是，在其他人看来，他这是儿子要出国激动的。宋三强看到林之秋的举动，立马急了：妈，你的工作可是答应让给我对象了，没有工作和美娜她家不同意让她嫁给我。三弟，你对象工作的事哪有你大哥出国的事重要啊？只要你大哥出国了，咱家就彻底改换门庭了。以后你想找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大嫂，大哥出国要3、4年吧，你让我再打几年光棍，到时候我都30多了，哪家姑娘能找30多的光棍？爸妈，机会难得，咱家还是应该以大强的事业为重。跟三强找对象比起来，确实是老大出国更重要。现在刚开放，只要出国去学习几年，回来后前途都不可限量。爸，你不能光管我大哥，不顾我的死活吧？谁不顾你的死活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宋有田没好气地瞪了眼三儿子，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你找对象哪有你大哥的事业重要？你大哥要是能出国，老宋家祖坟就冒青烟了。我就算死了，在地下也能跟祖辈们好好炫耀一下。宋三强急了，连忙对着林之秋开口：妈，你倒是说句话啊！美娜还等着接你的工作呢。等我的工作干什么？你能娶媳妇就娶，不能娶就打光棍，别惦记我的工作。林之秋在废品收购站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非常的清闲，一点都不耽误照顾家里。宋三强一脸的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这是林之秋说出来的话，其他人也愣住了。妈不是最喜欢三强了，今天怎么说出让他打光棍的话？妈，你真是我亲妈妈。我不是，你去找你的亲妈吧。一旁的宋二强扑哧笑了出来，老二媳妇肩膀也一抖一抖的，显然也在憋笑。爸妈，今天你们要是把工作给了大哥，那你们就别用我给你们养老。撂下狠话之后，宋三强站起身想离开，但想了想又坐了下来，可能是想看看林之秋是不是真的会把工作卖了给大哥凑出国的费用。上辈子林之秋和宋有田确实这样做了。宋三强，不管我工作给不给你，我们养你小你就得养我们老。现在是新社会了，你还是学法吧，别一天跟文盲似的。林之秋淡淡的扫了一眼小儿子，他才不会说不用他养的话呢。你敢不养我们试试？宋有田也瞪圆了眼睛。
你们把工作都填补给大哥，我就不服。三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出国以后对家里也是有好处的，现在花一点钱，以后回报率是10倍100倍。你这话也就骗骗爸妈吧。你上大学的时候就这么说，现在你都毕业好几年了，家里看见你1分钱了。爸妈，三强，你大哥这2年一直在看书学习，买复习资料什么的，开销也很大，所以才没给家里钱。得了吧，大嫂，别把别人当傻子。你们双职工1个月工资100来块，大哥买复习资料能花几个钱？宋三强今天谁的面子也不想给了，他就知道今天老妈的工作绝对不能给大哥。你大哥也不光复习，还要补充营养什么的，你不知道他学习很辛苦的。大妈这么大年纪了，都没见你们往回买过1次营养品给补补。宋大强脸色不好看，他在家里地位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今天还是第一次被这么质疑。要是以往，林之秋早就不让宋三强说了，保持宋大强这个长子在家里的地位。可是今天他好像是在看戏一样。宋大强对着林之秋眨了眨眼睛，希望林之秋还像以前那样维护他。林之秋也不说话，任凭宋大强怎么给他使眼色，他都当作没看见。前世宋大强出国回来后，弟弟妹妹们哪个借上一点光了？别说弟弟妹妹了，就是我跟老头子生活，除了越来越辛苦以外，得到了什么？大哥，你眼睛抽筋了吗？一旁的宋二强突然说了一句，让本来尴尬的气氛更加的尴尬了。宋大强被说得满脸通红，刘彩霞的脸色也不好看。时间也不早了，妈，大强出国的费用咱家到底能出多少？刘彩霞也不再兜圈子，这群穷亲戚他是一眼也不想多看了。刚才的事还没有说完呢，说完再说这事。宋大强两口子愣了一下，什么事？就是你们没给我们买过一点东西，也没给家里交过1分钱的事啊！老大，你上大学的时候可是跪在我们面前说过，只要大学毕业，你的工资都交给家里，供弟弟妹妹们找工作结婚的。你也知道，为了供你读书，老二老三的工资都给你当生活费了。宋大强的脸煞白，刘彩霞也不乐意了。那怎么行？我们也要生活的。看到一家人看自己的眼神，宋大强就知道今天不给家里一个说法，他出国的事家里是不会拿钱的。于是他决定先答应下来，稳住家里人再说。爸妈，对不起，是我思虑不周了，以为家里就小妹一个人上学，你们都上班不缺钱，就没有把工资交上来。那这样，我现在也结婚了，家里也需要一部分开支，以后1半的工资都上交给家里。宋大强，你疯了，咱们日子不过了，你知道你1半工资有多少钱吗？刘彩霞气的面容都扭曲了，也不再端着自己知识分子的架子了。一般的时候，刘彩霞智商都是在线的，可提到钱的事她就不行了，因为她家里是农村的，她的1多半工资都要寄回家里养活父母，现在又少了1半工资，那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宋大强赶紧拉了拉刘彩霞，还对她使了个眼色。媳妇，孝顺爸妈是应该的，当初家里供我上大学，爸妈和弟弟妹妹都吃了不少苦。林之秋看宋大强说话的语气，眼里带着嘲讽。大强，要演戏回家演去，这里可没人买票。宋大强的心思被林之秋点破，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我没有在演戏，下个月开始我就把工资的1半交家里。别等下个月了，今天才3号，你们5号开工资吧，就从这个月开始吧。宋大强想拖到下个月，但林之秋根本就不给他机会。不行，绝对不可能。刘彩霞一口反对。老大家的，你从毕业以来工资一直是交给娘家的吧？林之秋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刘彩霞的身上。林之秋也是上辈子偶然听说的，现在这件事家里谁都不知道。宋大强把这件事瞒得死死的。大强，你们结婚2年了，你媳妇工资还交给娘家，你们日子不过了？你是娶媳妇还是倒插门？倒插什么门？他们结婚，我们可是给了800块的彩礼。刘彩霞的秘密被婆婆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出来，这件事她最怕让婆家知道了。结婚了还把工资交给娘家，让她在婆家怎么抬得起头？宋大强，你怎么能把这事告诉你妈？你答应过我的。不是我说的，妈，这是你听谁胡说的？根本没有这事。宋大强，你怎么能把这事告诉你妈？你答应过我的。不是我说的，妈，这是你听谁胡说的？根本没有这事。宋大强知道这件事如果坐实，不光他媳妇，以后他在这家里也抬不起头。用不用我们一起去邮局查一下你媳妇的汇款记录？我是处处给你留面子，你不会以为你爸妈真是傻子吧？刘彩霞和宋大强满脸尴尬地低下了头，家里人看这情形都知道这事是真的了，没想到他们自私的大哥还有这么无私的一面。宋有田看着大儿子满眼都是失望，他们举全家之力供出来的大学生，工作2年了一点都没有回馈家里，竟然回馈老丈人一家去了。彩霞娘家里困难，她也不能看着不管啊。宋大强被一家人看得心虚，连忙开口解释。他家困难，他妈他爸得重病失去劳动能力了，还是他兄弟们没手没脚，养活不了家了。老太婆，你才得重病，你才没手没脚呢。刘彩霞站起身，指着林之秋破口大骂。林之秋吓了一跳，他还没反应过来，宋二强的媳妇就走到了刘彩霞身前，直接就一巴掌打了过去。刘彩霞，你竟然敢对妈不敬，看我不锤死你！刘彩霞气疯了，她没想到老二媳妇敢打她，她冲上去，瞬间2人就扭打到一起。林之秋愣住了，他这一屋子儿女，看他这个妈挨骂了都无动于衷，没想到他平时看不上的老二媳妇替他出头了。大儿媳妇虽然也是农村出身，但是她已经多年不干活了，明显不是常年劳作的二儿媳妇的对手。
宋家院子里面的吵闹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听这声音像老宋家的2个儿媳妇打起来了。我听着也像，叫唤的像是大强媳妇，平时装模作样的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你们听听，这喊的不也跟个泼妇似的？要我说，老二媳妇真是不错，一天屋里屋外的忙活，宋嫂子还不知足。那大强媳妇有文化有工作，能怎么的？睁眼都不看他们一眼，老了也指望不上。谁说不是呢？宋嫂子就是看不清，他家那大强也不怎么地，次次回来空着手，走的时候大包小裹的往回拿，也好意思。门口几家邻居嘀嘀咕咕的议论着，院子里面打得火热。宋大强看他媳妇吃亏了，想要上前去拉架。二强哪有大脖子拉兄弟媳妇？你就看着。林之秋看宋大强要去拉偏架，赶紧让宋二强也上。大哥，你敢碰我媳妇一下，别怪我不客气。宋大强从小念书，根本就没干过活，他哪是宋二强的对手？那你拉你媳妇，我拉我媳妇。你先拉吧。宋大强一脸的无语，他要是先拉他媳妇，肯定得吃亏。赶紧拉开吧，像什么样子，不嫌丢人啊！宋有田忍无可忍了，外面都是邻居，让人笑话死了。行了，差不多得了。老二媳妇后退几步，和刘彩霞拉开了距离。她看起来没啥事，但刘彩霞却是吃了亏。大家都来评评理啊！这一家子欺负死人了，我婆婆咒我娘家爹妈瘫痪，咒我兄弟没手没脚。林之秋鼻子被气歪了，这大强家的真会倒打一耙。旁边的邻居也在这时候凑了过来。不可能，你婆婆不是那样的人，咱们一个院住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她把你们当眼珠子似的疼？就是你婆婆对你们什么样，我们可都看着呢。你这当儿媳妇的什么样，咱们也都看着呢。你可别红口白牙的乱说。你结婚到现在，在你婆家洗过一个碗吗？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媳妇，一点都不孝顺就罢了，现在还诬赖你婆婆，你那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大强媳妇本来被打的就很恼火，听到邻居指指点点的更生气了。你们有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你们没看见我被打了吗？宋大强赶紧拉了拉刘彩霞，跟这群老娘们吵起来有什么好处？装装可怜让大家同情不好吗？媳妇，你要沉住气啊！你妯娌敢打你，肯定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了。婶子们，我嫂子骂我妈是死老太太，我才打她的，你们可别被她骗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啊！儿媳妇敢骂婆婆，真是没天理了。我就说这个大强媳妇不是个好的。大强，你媳妇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骂婆婆吧。再说你妈怎么对不起你了？这么多年供你念书，你看看她身上穿的衣服都好多年了，她都不舍得换，你就这么对你妈啊？就是老宋大哥下班还得去货站扛大包，钱不都给你花了吗？大强啊，你不能寒你爸妈心呐！叔婶子们，不是这样的，我媳妇有口无心说错话了，她不是骂我妈，就是话赶话说错话了，我们马上就给妈道歉。我妈我爸那么辛苦的供我媳妇怎么可能骂我妈呢？宋大强说完就看向林之秋，眼神里带着恳求。他和刘彩霞都在单位上班，今天这件事要是传得沸沸扬扬的话，以后什么机会都不会轮到他们头上的。林之秋面无表情，现在知道求他了。刚才刘彩霞指着他鼻子骂的时候，怎么没见大强为他这个妈说一句话呢？大强，既然是话赶话，弄好邻居们也都在，咱们也别藏着掖着，就把话说明白吧。宋大强以为林之秋是要帮刘彩霞解释，赶紧点头。对，别让大家误会了，彩霞不可能骂您的。林之秋没理他，把刚才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天佑，你们家娶了个这么吃里扒外的媳妇，大强怎么不锤死他？谁家媳妇结了婚还把工资给娘家的，真是第一次听说啊！就这样的，哪来的底气骂婆婆？就是，那娘家不是无底洞吗？嫂子，大强结婚，你是不是给了800块的彩礼带回来了吗？没有，反正我是一分没看见。那大强的工资交给家里吗？要是平时谁要敢问，林之秋都会帮着宋大强遮掩，让他在邻居中保持长子孝顺懂事的形象。但是现在他却不会这么做了。我们家大强上班之后没交过家里1分钱。妈！宋大强不敢置信地喊了一声。怎么了？我说错了吗？还是说你给过？我记错了。宋大强满脸通红。林之秋这么说，他以后还怎么面对邻居？哎呦呦，老太爷哟，哪有这样狼心狗肺的儿子哟？辛辛苦苦供他上大学，工作了一点都不回报家里，这是念的什么书哟？媳妇骂娘他也不管，这儿子算是白养了。你们知道什么？家里又不缺钱，凭什么要送大强的工资？我们都结婚了，凭什么还把工资给家里？你都结婚了，凭什么还把工资给娘家？就是娶你花了800块的彩礼呢，你就是宋家的人了，还吃里扒外。你婆家还有弟弟妹妹没结婚没读完书呢，怎么就不缺钱了？二强2口子工作也没有，要是不缺钱能拖到现在吗？邻居住了这么多年，谁家的事大家都清清楚楚的。
他们都成年了，怎么地还想天天指望着他大哥啊？他们要找工作，娶媳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让我们拿钱？大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除了小妹，你问问大哥，他花没花过我们的钱？宋大强，你自己说，你上大学这么多年，学费、生活费、谈恋爱费是不是都是家里出的？你毕业之后，我们见过你1毛钱没有？就是今天你们2口子回来，不还是惦记家里钱，惦记爸妈工作的吗？你好意思让这泼妇在这大放厥词？邻居们都不敢相信的看着宋大强2口子，他们就说今天怎么闹得这么凶呢？原来宋大强2口子还惦记上老2口的工作了，这还是人吗？宋三强，你别乱说，我们什么时候惦记爸妈工作了？宋大强可不敢担下这名声。哼，敢做不敢当，那你们今天回来干什么来了？你敢说吗？大强，刚才你说从这个月开始往家里交1半的工资，这个话还算数不？林之秋可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么多邻居看着呢，不管刘彩霞怎么不乐意，宋大强还是点头了。林之秋赶紧让宋二强去拿纸笔，让宋三强去社区叫人过来。在周围的邻居和社区的见证下，从这个月开始，宋大强要每个月交1半的工资给家里，当做宋有田他们的养老费。宋大强硬着头皮签了协议，这场闹剧也就囫囵收场了。宋大强2口子的名声在这院子里也彻底臭了，幸好他们不住在这里，要不天天要被人议论。宋大强2口子签完协议就走了，邻居们看没啥热闹了就回家了。院子里只剩下林之秋一家人。妈，晚上吃点什么？我去做饭。老二媳妇今天让老大家吃亏了，她心情非常的好。林之秋还对自己的重生迷迷糊糊的，想回屋躺着。随便吧，你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吧。回到房间后，宋有田不确定地问林之秋：大强出国真不管了？管什么？怎么管？你有钱吗？那以后真要大强的工资？凭什么不要？他花了我们家里多少钱？除了他，你看看剩下的孩子连一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不该要他的吗？那他不能记恨咱们吧？咱们以后可得靠他养老呢。养老？你指望他？那你还不如指望一条狗呢。之前不是你说我们得指着大强养老吗？这是以前林之秋一直给宋有田念叨的话，他们现在帮着宋大强，就是帮年老的自己，所以不管什么他们都优先给宋大强。你看大强那个媳妇是能给咱们养老的，还没怎么样呢，他就敢骂我了。大强一句话都不说，就这样的你指望他们给咱养老？宋有田叹了口气，今天闹这一出，他也看出来了，宋大强看来是指望不上。那谁给咱们养老？宋有田迷茫了。只要咱们手里有钱，他们就会都上赶着养咱们。咱俩只要不瘫痪在床，也用不上他们。就算瘫痪了，只要咱们有钱，孝子贤孙有的是。可是咱们没钱啊。咱们都有工作，明年我退休了就有退休工资了。现在也让做买卖了，咱们肯定会有钱的。宋有田茫然的点点头。你说有钱那就肯定有，我听你的。林之秋想起上辈子宋有田没享过1天福，早早就去世了。临走的时候，他每天就想喝点小酒，吃点猪头肉，自己还念叨着他太馋了。想想上辈子他早死也是积劳成疾吧。明天开始别去货站搬货了。不去了？为啥不去？不让你去就别去，以后都不去了。那不挣钱了？别废话，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行行，那我不去了。吃饭的时候，林之秋对老二媳妇明显和以往不一样了。宋三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妈今天怎么对二嫂的态度怎么大变样了？是看大哥指望不上，又想到二哥了，那工作不会也给二哥吧？那可不行。妈爸，我和美娜的事，你们的事我们不管，但是你别惦记我们的工作。老娘的工作谁也不给，明年再有1年我就退休了，我等着拿退休金，你也不用惦记了。妈，那我怎么办呢？没有工作，美娜家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妈，你怎么能这样？大哥结婚，你还给了800块彩礼呢。你二哥结婚，我还1分没给呢，你怎么不比？你不提我还忘了，明天我就去把800块彩礼要回来。谁家娶进来的媳妇还给娘家工资的？宋三强愣住了，都结婚2年了，彩礼还能要回来吗？妈，我不是让你要大嫂的彩礼，就是你也想要那么多彩礼，还想要老娘的工作是不是？林之秋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宋三强。宋三强咽了咽口水，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看老娘的态度，他有点不敢说，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宋三强，今天你大嫂骂我，你听见了吧？我被人骂了，你都无动于衷，你哪来的脸跟我要东西呢？我凭什么给你？凭你能算计？凭你觉得比别人聪明？凭你不把你爹妈放眼里？还是凭你家里有事看热闹吗？宋三强被林之秋问得面红耳赤。妈，我那是没反应过来。宋三强强行解释道。那你现在反应过来了吧？你现在去把他们2口子揍一顿。宋三强一脸的无语，他还没开口说话，宋二强站起身就往外走。二强，你干啥去？我去捶老大2口子。我也去。林之秋一脸的无语，这2口子真虎啊！坐下，让三强去。宋二强和他媳妇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妈，你就别说气话了。那你也别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你结婚以后，要是跟你大哥一样也交1半工资回家，我就帮你出彩礼。当然，彩礼包括婚礼开销，不能超过200块钱。妈，我就那点工资，交家里1半，谁嫁给我啊？
你结婚不用家里帮忙，就不用给家里交钱，同时你结婚自己立马出去单过，只要在这个家就得交生活费。那二哥怎么不用交生活费？你怎么知道你二哥没交？你二哥每个月都给家里20块钱，你不知道？宋三强摇摇头，他真不知道。你二哥交生活费，家里所有的家务还都是你二嫂做的。你要是能做到这样，我可以给你操办婚事。宋三强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何美娜不会做家务，根本不可能像老二媳妇一样伺候一大家子。那你就自己想办法，钱没有，工作更不用想。我和你爹把你拉扯大就够不容易的了，我们不想你再娶个祖宗回来供着。那个何美娜又馋又懒，这辈子林之秋一天也不想跟她住一起。妈，哪有父母不管儿子结婚的？哪有儿子看母亲受辱旁观看热闹的？妈，我都说我没反应过来了，我现在给你机会弥补了，只要我捶大哥一顿，你就管我结婚？按照你二哥的标准。宋三强崩溃了，老二结婚的时候可是啥都没有，里里外外下来也就180块钱的，这么寒酸，他怎么可能娶到何美呢？宋三强也不跟林之秋硬抗了，他觉得林之秋今天可能是被宋大强两口子气坏了，他今天也没帮林之秋说话，林之秋也生他的气了。过几天再说这事吧，反正妈的工作也不能卖了给大哥凑钱，这就够了。从今天开始，你们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老二媳妇做饭、洗碗、做家务，三强和小兰轮流做。妈，我还要看书呢，哪有时间做家务？宋小兰一直都当自己是隐形人，现在涉及到自身利益了，不得不说话。妈，没事，这些事我来做就行。你闭嘴，小兰，干家务耽误你看书。宋小兰点点头，耽误。那是不是只要不耽误你看书，今年就肯定能考上大学？大学宋小兰是肯定考不上的，而且按照现在的成绩，她可能连大专都考不上。上辈子林之秋对这个小女儿是除了大儿子外最好的，可是小女儿不想给她拿1分钱手术费的话，她听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不看书，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你考上大学工作后，工资交给家里一半，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凭你享受家里给你的服务，凭你上学是我和你爹供的，你说凭什么？你要是以后不想交家里钱，从今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分摊做。考大学老娘也只给你这一次机会，你要是考不上，以后的学费生活费自己想办法，我和你爹的义务尽完了。妈，你是疯了吧？林之秋起身走到宋小兰身边，二话不说挥手给了她一巴掌。宋三强倒吸一口凉气，幸亏他聪明，觉得今天不适合再惹林之秋，要不这巴掌肯定扇他脸上了。你凭什么打我？凭我是你妈，我让你干活你就敢说我疯了？你已经成年了，你要是觉得这个家配不上你，你可以走，别整天看不起这个瞧不上那个。宋小兰眼里对这个家的漠视和厌恶，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来。既然这样，林之秋跟他也不必客气。爸！宋小兰双眼含泪，委屈地喊了一声。宋有田赶紧低头。听你妈的，咱家你妈做主。宋小兰看家里没人站在她这一边，气得饭也不吃就回屋了。另一边，宋大强家里没有往日的温馨和谐。刘彩霞用鸡蛋揉着红肿的脸庞，嘴里都是对林之秋的问候。宋大强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宋大强，你要是敢把工资交给家里，我就跟你离婚。刘彩霞长得好看，虽然只是中专生，可是当年追她的大学生学长可不少。她之所以看上宋大强，就是因为宋大强什么都听她的，还对她接济家里没有一点意见。我要是能出国，给他们点工资能怎么样？要是在国外发展好了，到时候你也过去，这些事也就都不存在了。可是你家里不给你张罗钱怎么办？1万多呢，我们上哪弄这么多钱？我明天到单位请个假回趟老家，找爷爷奶奶说这件事，只要能说动他们2个，不怕爸妈不给咱们张罗钱。刘彩霞听完眼前一亮，好，那你抓紧时间回去，等咱们出国就再也不回这破地方了，还想要咱们1半工资，做梦去吧。第二天，林之秋起床的时候，老二媳妇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老二媳妇，以后每天都给孩子们煮个鸡蛋，孩子们都在长身体，补充点营养。说着，林之秋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了过去。妈，不用，孩子们吃饭就行。给你就拿着，明天早上开始孩子们都要吃上鸡蛋。妈，我也要吃鸡蛋。我看你像个鸡蛋，天天就知道偷懒不干活，还想吃鸡蛋。三强，今天你先洗碗干家务，明天小兰来做，你们都自觉点。我要是发现谁偷懒，就都给我滚出去。宋三强缩缩脖子，本来他想跟二嫂商量一下，让二嫂帮忙，没想到一下子被看穿了。林之秋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废品收购站离家不算远，走路要20多分钟。这么多年，林之秋省吃俭用，连一辆自行车都没舍得买。林大姐早啊！大壮、柱子，今天去哪收啊？我今天去北城，柱子去西城，今天走得远点。林姐，我们走了。废品收购站就剩下林之秋一个人了，他把昨天2个人收的东西登记上册归拢好，接着就没什么活了。这个工作环境虽然脏了点，工资低点，但真的很轻松。中午下班后，林之秋连忙向着宋大强的单位赶去。宋大强现在在建设局上班，虽然是大学毕业，但是关系背景不行，又不太会做人，现在只是个职员。林之秋到的时候，正好建设局也刚下班了，宋大强已经从单位走了出来。大强，宋大强刚跟领导请好假，下午就准备回老家，没想到林之秋会来找他。
怎么了？难道是妈想通了，为昨天的事后悔了？要是这样，我就不用回去请爷爷奶奶了。想到这个可能，宋大强立刻走了过去。妈，你怎么来了？宋大强脸上带着笑。林之秋不知道宋大强在脑补什么，高兴成这样。大强，你把给你媳妇的彩礼钱给我要回来。啥？宋大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妈，给出的彩礼哪有往回要的？宋大强一边说着，一边想把林之秋拉到一旁。媳妇都能骂婆婆，我怎么就不能要彩礼了？林之秋甩开宋大强，拉着他的手，他就在单位门口说，离远了别人听不见他怎么要。你媳妇结婚2年了，还把工资交给娘家，根本没把咱们一家放在眼里，我凭什么不能要回自己的彩礼？妈，你要干嘛？在我单位说这事，你想毁了我？我要我的彩礼就是要毁了你，你媳妇挣钱都给娘家没毁了你，我要我自己的钱就是要毁了你。哪有给完彩礼还往回要的？让人听到不笑话咱们吗？我都说了我要彩礼的理由：第一，你媳妇不尊重我这个婆婆，用手指着我骂；第二，你媳妇结婚这么多年了，1分钱没孝敬过婆家，却把工资都给娘家；第三，你这个儿子在老娘被骂了后无动于衷，坚定地站在媳妇那边，你的行为伤了我的心，所以你那个媳妇从今以后我不认，你也别再领回家了。你今天把我给的800块彩礼退给我。妈，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我工资不是答应给家里1半了吗？你工资给家里是因为我们供你读书读了这么多年，你给家里的回报是你应该的。林之秋现在就是要仗着昨天的事情，要把钱要回来。宋大强结婚给800块的彩礼，掏空家底借遍了亲友，到现在还欠着林之秋娘家200块钱没还完呢。就宋大强的媳妇也配800块的彩礼？上辈子我也是昏了头，他们要这么多，我竟然还真给了。这件事等我回去了再说吧。别废话，你就说给不给？不给我今天就去你媳妇单位问问，有没有谁家儿媳妇敢骂婆婆的？谁家媳妇结了婚还吃里扒外，把工资都交给娘家？800块彩礼就是娶你们局长家女儿都不要这么高的彩礼。你去彩霞单位闹他还怎么工作？我先来跟你好说好商量，你不听那就别怪我了，我管你们工作不工作的，我一屁股的账等着这钱还呢。不等宋大强回答，林之秋就给他算了起来。从你上高中到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每个月的住宿费、书本费等等。林之秋给宋大强说的脑瓜子嗡嗡的，他没想到10年前花的钱，林之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了，等我有钱了，就把彩礼钱给您，行不行？不行，现在外面还欠着500多块钱的外债呢。你也工作2年了，我没见过你1分钱，今天你必须把800块钱给我。我不是答应给您1半工资了吗？宋大强，你就说彩礼还不还吧。林之秋大有一副宋大强敢说不还，立马就去刘彩霞单位闹的架势。大强工资1个月40-50，虽说刘彩霞工资给了娘家，可是他们吃在单位食堂，住的是单位的房子，我就不信他们手里没钱。我还行了吧？可是我现在手里没有，能不能缓一缓？宋大强现在就想赶紧把林之秋弄走，然后立刻回村里把爷爷奶奶接过来，看他还怎么要这个钱。我不信你没钱，你要是真没有，我就去你们单位领导那里预支你1年的工资。你是不是疯了？你还是我妈吗？宋大强气得满脸通红。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妈，但是在这之前你要把钱还给我，800块的彩礼，还有刚刚我算的账，至少也有3-4千了吧，一共5000还我。你不认我这个妈也无所谓。我在你眼里就值5000块钱吗？宋大强很受伤的样子。我在你眼里还一文不值呢，快给钱，我还着急回去上班呢。这里有20块钱，妈你先回去，下午我出去借，尽量把钱给您凑够。林之秋冷笑，他看都不看大强手里的钱，直接往大门里面走。宋大强看林之秋来真的了，立马就怂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拿。林之秋停下脚步，冷脸看着大儿子。宋大强从身上拿出存折，今天他准备回农村，身上钱不够，这是早上他特意从家里带出来准备取钱用的。林之秋看到宋大强手里的存折，眼睛一亮，他伸手就夺了过来。存折上有1050。林之秋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心里一阵悲哀。他和宋有田欠了一屁股外债，都是为了供宋大强读书欠的。没想到大儿子这么有钱，也不说帮家里还债。存折我拿走了，剩下的就当你孝顺我们老两口了。林之秋说完扬长而去，剩下宋大强在门口凌乱。现在的存折还不用身份证什么的，只要拿着存折去银行直接取就行。林之秋来到最近的银行，把存折里的所有钱都取了出来。回去的路上，林之秋已经安排好这笔钱的用处了。现在有钱了，先把欠的账还给人家。这时候家家日子都不富裕，剩下的钱我和有田一人买辆自行车。老二结婚我没给彩礼钱，这钱要给老二媳妇100。这几年他没少伺候我们。林之秋下午直接请假去了宋有田的机修厂。宋有田看到老伴急急忙忙的来找自己，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林之秋把宋有田拉到一边，把从宋大强那里弄到钱的事说了一遍。宋有田没想到林之秋真的去要彩礼钱了，他以为林之秋是说气话呢。大强这个王八犊子，咱们给他娶媳妇欠了那么多外债，他攒这么多钱也不说替我们分担点。宋有田少有的这么生气。
你把大姐和小妹的钱先送去，然后再回家给小叔子的钱送去。我回娘家把我爸和大哥二哥的钱还了。行，我现在就去。我那自行车不行，我管我徒弟借一下他的自行车。别借了，直接买个新的吧。你那个卖废品得了，大老远的再把别人自行车骑坏了。宋有田早就想换了他那个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了。钱也够，你也买一辆吧，天天走路上班挺累的。算你有良心，走，咱俩一起去买。两口子高高兴兴的去百货商店买了2辆自行车。林之秋去娘家还完钱回来时，宋有田也刚从老家回来，老两口把新自行车推到了院子里。爸妈，怎么买了2台新自行车？是给我的吗？宋三强眼巴巴地看着新自行车，宋小兰眼里也迸射出了光芒，她觉得是给她上学骑的。什么就给你买的？你脸怎么那么大呢？这是我和你爸给自己买的，你赶紧滚远点。你们2个买的，你上班不是走路吗？要自行车干什么？宋三强盯着自行车，双眼放光。要是送给美娜，美娜肯定很高兴。你以为我愿意走路啊？一天天上下班走1个多小时，那不是没有自行车吗？你上班比我还近呢，你怎么不走路呢？宋三强看着自行车不死心。那我爸不是有自行车吗？怎么又买？老子买不买关你屁事，你又没花1分钱。宋有田不满地瞪了一眼小儿子，他那自行车早就该换了，每天修车的时间比骑的时间都长。宋小兰低下头，眼里都是失望之色。爸妈可真是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买新自行车。宋三强被骂得狗血喷头，但还是没有放弃。妈，美娜还没有自行车呢。关我屁事。妈，你怎么这么说呢？美娜可是我女朋友，你未来的儿媳妇啊。我还是你妈呢，我供你吃供你喝，把你养这么大，我走路上班几10年了，也没见你心疼我一下。你这儿子我都不想要了，哪还管你媳妇？哪边凉快哪边扇着去。何美奈长得好看，但是没有正式工作，平时街坊邻居没少传她的闲话。今天这个男的送她回家，明天那个男的在胡同口等她的，一看就不是正派人。妈，我们孝顺您的日子在后边呢。我们现在年轻力壮的，你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以后老了还能指望上你？妈，您放心，您老了，我和美娜肯定好好孝顺您。宋三强说着好听的话，眼睛还往自行车上瞄。指望你，还不如指望条狗实际呢。林之秋可是知道小儿子的德行，人家都说有了老婆忘了娘，他这啥都没有呢，就整天的算计他们，见不得他们一点好。妈，你这么说可伤我心了。你成天算计我们，还伤我们心了呢。既然你这么伤心，你倒插门吧。宋三强不敢置信地瞪圆了眼睛。妈，你让我倒插门，省得你天天的不是惦记我的工作，就是惦记我的自行车。你倒插门出去吧，家里啥你也别惦记。爸，我妈让我倒插门，那你就倒插门吧。宋有田无所谓的说道，他看出来了，宋三强也是个靠不住的，幸好还有老二，老二媳妇也是个好的，他们以后就跟老二过挺好。我才不要倒插门！宋三强扔下一句话，气得转身就出去了。林之秋在娘家吃完饭了，就没有再吃，帮着老二媳妇看着孩子。老二媳妇，你结婚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给你，这些年你照顾家里辛苦了，我们手里现在也没有多的，这100块钱你买2件喜欢的衣服吧。老二媳妇看着林之秋，眼泪夺眶而出。她来这个家7年了，第一次有人认可她的付出。妈，钱我不要，只要您眼里有我就行。妈给你就留着，给自己买2身衣裳，没事出去逛逛，家里的活让三强和小兰他们干。林之秋也不会说什么漂亮的话，老二媳妇年纪也不大，天天窝在家里干家务，跟个保姆似的，这对她不公平。你妈给你就拿着，让你买衣服你就买。宋有田也不会说啥，不过他一直觉得这个儿媳妇不错，不嫌弃他们，每天做饭都按着他们的口味，孩子伺候的也好。大强那媳妇好看又文化有什么用？回来看他们的眼神都带着嫌弃。谢谢爸妈。半夜的时候，睡得迷糊的宋有田听到有敲门的声音，宋有田拿起门边的铁锹走了过去，他担心是不是谁看到他们家有新自行车过来偷车的。爸，是我，春华。宋春华说话时带着哭腔，宋有田赶紧把门打开，门口是大女儿和外孙女满满，母女俩眼睛又红又肿。快进来，出啥事了？不出事大半夜大女儿不能过来。爸，建民牺牲了。宋有田眼前发黑，头重脚轻，浑身不自觉地颤抖着。屋里的林之秋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看到大女儿哭的那样子，林之秋脑袋闪过炸雷，上一世好像就是这个时候，大女婿在安保队牺牲了。妈，建民牺牲了，都怪我，就顾着忙家里的事了，把大女婿的事给忘了。我要是回来就想起来，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啥时候的事？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通知咱们？牺牲1个星期了，今天下午建民的战友把他的骨灰送回来家里才知道的。林之秋听到这话才停止了自责，事情是发生在他重生回来的前几天。这时候宋二强和他媳妇也起来了，听到大姐的话都是心情沉重。那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林之秋感觉不对劲，上辈子可没有这一出。林之秋感觉不对劲，上辈子可没有这一出。他们是第2天一早接到的信。姥姥、姥爷，我们被大伯赶出来了。赶出来了？为什么？老二媳妇立刻不干了，怎么大姐夫刚死就把孤儿寡母赶出来？还是人吗？
我爸是牺牲的，安保队和我爸的战友们凑了3000块的抚恤金，我爸战友刚走，我大伯就管我妈要这钱，我们自然不肯给，大伯就说那是老王家的房子，不让我们住在那里，把我们赶了出来。满满屋屋的哭着，他爸爸还在的时候，大伯对他很好的，爸爸才刚过世，大伯就把他们娘俩赶出来了。老王家欺人太甚，那是大姐夫和大姐的房子，他们凭什么赶人？大伯说我们家没有儿子，那房子得老王家的人继承，不能给我这个丫头骗子，还有抚恤金也应该归老王家。钱也被他们抢走了。没有，钱我拼死不给，他们要敢抢，我就报安保队，他大伯没敢硬抢，就把我们赶出来了。林之秋回想着上一世，这3000块钱春华也带回来了，不过被他要去给宋大强出国用了，到他死大强也没还这笔钱。宋春华带着孩子过得很艰难，宋大强也没有帮过一下子。爸妈，他们老王家欺负咱家没人，我得给我姐讨回公道。宋二强从小就是大姐宋春华带大的，他跟大姐的感情比跟张桂兰还要亲厚。就是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姐夫尸骨未寒就把人家妻儿赶出家门，简直不是人干的事。老二媳妇，先把你大哥他们的房间整理一下，让你大姐和满满先住那屋，我去煮点面条，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怎么去找老王家算账。妈，都交给我做就行了。老二媳妇手脚很麻利，没一会2碗面条就煮好了。让满满吃吧，我吃不下。大姐，你不吃，身体垮了怎么办？谁照顾满满？谁带咱们去老王家要房子？那房子是姐夫给满满和你留下的，你想便宜别人？不行，那是我和满满的家，我们谁也不给。宋春华双眼赤红，孩子现在就是他活下去的希望，孩子爸给孩子留的东西，谁也不能抢。宋春华和满满吃完面后，林之秋就让老二媳妇带着他们去休息了。他和宋有田还有宋二强则是在商量着，看明天怎么去把房子要回来。屋里这么大动静，宋小兰和宋三强竟然都没有出来，不知道是真的一点动静没听到，还是懒得参与。林之秋也没空跟着2个没良心的计较。妈，这样明早我就给姐夫的安保队打电话，姐夫在安保队牺牲的，他们能给大姐那么多抚恤金，肯定也不会任凭他们孤儿寡母受欺负的。而且安保队出面了，满满他大伯以后再敢打房子的主意，他也得掂量掂量。林之秋点头，这个方法好。那明早我也去镇上反映一下情况，相关部门对烈士遗孀肯定有特殊照顾的，让他们出面比咱们出面强100倍。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林之秋他们就出门了。老二媳妇得在家看孩子，就没跟着一起去。他们赶到本地安保队时，门口有看门的大爷。宋二强走到门口跟门卫大爷说了情况，门卫大爷人挺好，听到这种情况义愤填膺，赶紧带着宋二强到里面去打电话。安保队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昨天刚给烈士的骨灰送回去，晚上烈士家属就被赶了出来，正好昨天送骨灰的安保队战友还没有回去，他们接到消息后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到了。嫂子，对不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们。王建明的战友给宋春华娘俩深深的鞠躬。这怎么能怪你们？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大伯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走得太快了，没有把你们孤儿寡母安排好。本来我们也准备今天去慰问烈士家属呢，没想到就出了这事。谁敢动我们烈士的家属，我们就让他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本地安保队的人严肃地说道。一行人开着几辆车赶往宋春华家。此时宋春华家都是王家的亲属，王满满的大伯正在大门口得意洋洋地讲述他怎么把宋春华娘俩赶出去的事情了。下车的一行人正好听见，所有人脸都黑沉沉的。大哥，来人啦！王大伯正说的兴起，突然被打断，他非常的不爽。干嘛？谁来了？大惊小怪的。王大伯转头就看见了一群人面色不善地看着他。王大伯双腿一软，他们这是家事，宋春华竟然敢去告状。安保队的领导一挥手，走出几人快速上前。你们干嘛？怎么能随便抓人？赶快放开，俺们可是本本分分的好人，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就你们还本本分分？你们后面这房子是你们家的吗？你们涉嫌侵占烈士遗产、殴打烈士遗孀，都带回去调查。宋春华，你敢告你大摆子？你个天杀的！宋二强听到对方还敢骂他大姐，冲上前就给了对方一脚。敢欺负我们老宋家，当我们家没人是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这是我们老王家的产业，我弟弟死了，他没有儿子，他的家产自然归他侄子。人家就是没有孩子，家产归人家，媳妇也轮不到你。各位兄弟，王建民同志执行任务时牺牲了，他的老婆孩子在家里就受到这样的欺负，大半夜的被赶出家门。要是我们纵容这样的人，兄弟们还怎么安心守护大家？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周围的邻居纷纷指责着王大伯一家，很快他们就被带走了。等举行完后事后，张桂兰不放心地嘱托着宋春华：春华，这个钱是建民拿命换回来的，不管是谁来跟你借，你都不能借，知道吗？林之秋怕那个缺德的大儿子知道消息后，厚着脸皮来借钱。宋春华点头，除了咱家人，我谁也不借。谁也不能借，包括咱家人，说出花也不行。林之秋知道自己家里的那几个才是狼啊。宋春华踌躇了，外人他能拒绝，自家人他哪好意思拒绝。
林之秋看着大女儿叹了口气，你看你出了这么大的事，除了老二谁来帮你了？你长点心行不行？兄弟姐妹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家，你们就是亲戚的关系，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可他们是我一母同胞的弟妹啊。你记着一母同胞了？谁记着跟你一母同胞了？你男人死了，谁来帮你一把了？你这一辈子能遇到几回这样的大事？你的一母同胞呢？把钱给我。林之秋实在是不放心把钱放在宋春华这里，宋春华赶紧把钱递了过去。他本来也是想把钱放在林之秋那里。这200是大强结婚的时候管你借的，现在还给你，我都给你放一起。妈，那钱我不要了，给家里了。你缺心眼啊！以后你得自己拉着孩子长大，孤儿寡母的，你不为满满考虑啊？满满还小，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也有工作了，这钱我不要了。你知道供出个大学生要多少钱吗？你那点工资够吗？你怎么不盼着孩子点好？你和满满现在才是一家人，你那心思以后多往孩子身上用。妈，我跟您和我爸也是一家人。就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咱们是一家人，我才为你和孩子着想，把钱看住，好好培养孩子，也对得起贱民。宋春华眼睛一红，妈，我知道了。满满虽然才10岁，但是他觉得姥姥说的是对的。二舅还好，其他舅舅和小姨家里出事都没来，都不如邻居。林之秋把钱收起来，他准备这几天有空出去买2套房子，未来房子最值钱，用建民这钱给满满攒给家底，等一切都就绪了。林之秋和宋有田也回了家，还没进家门，邻居刘大姐就拦住了他们。咋了，刘姐？刘大姐往后院看了一眼，你婆婆公公来了，脸色不太好，你自己小心点。林之秋心里清楚，老两口这几10年也没来过几回，都是孩子结婚的时候来的。再就是宋大强考大学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来8成是宋大强把老两口弄来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刘姐。跟我还客气什么？你家老二嘱咐我的，他们2口子带孩子回娘家了。林之秋推着自行车想了想，直接转身走了。爱来就来吧，大强想的太简单了，那老两口是他能摆愣的吗？你不回家？不回，我又不是受虐狂，非得让别人骂几句才舒服。对，你不露面，让他们骂你们家老宋去。对了，刘姐，咱们这附近有没有卖房子的？刘大姐退休了，没事就爱跟胡同里的大娘婶子唠家常，消息最是灵通了。林之秋天天上班，也没空帮春华看房子。有啊，你要买房子？林之秋顺嘴问一句，没想到还真有。他们这是2环里未来第一批拆迁的地段。咱家大丫头男人不是没了吗？手里那点抚恤金，我合计放着让人惦记，我就想着给制成产业，到时候出租1个月还能有点进项，以后等孩子长大了，也是一份家产。知秋，你说的对，给孩子买房子是正经事。你家大丫头心软，这钱在她手里，说不定哪天被谁骗去。刘大姐没好意思说，知秋家那大儿子和小儿子800的心眼子，这钱在大丫头手里，早晚被惦记走。我也是这么合计的，干脆直接买房子了，谁惦记也没用。正好后面胡同有一家独院，3间正房要卖，那家人要出国，不准备回来了，我带你去看看。行。很快林之秋和刘大姐就去了后面的胡同，这家院子地方不大，旁边有一块小菜地，房子保存得很好。林之秋一眼就相中了，这房子不管是自己住还是出租都挺好。大哥大姐，这房子你们准备卖多少？价钱要是合适的话，林之秋他准备买了。你是前面胡同的吧？女主人见过林之秋，我家就住在前面不远，都是几10年的老街坊了。这房子我也不要多，2500就卖。这价格很公道，附近的房价大差不差，就这个价。不过不讲价可不是林之秋的风格。大姐，2300我就要了，明天咱们就过户。大妹子，那可不行，一下子少200，不行不行。女主人立马不干了，200块钱顶好几个月工资了。大姐，不瞒你说，我手里就2300块钱，还是我大姑爷的抚恤金，这是给我大姑娘买的。旁边的刘大姐立马把宋春华的事说了一遍。大兄弟大妹子，不是我这妹子要讲价，是手里就这些钱，她怕大女儿守不住钱财，所以才准备给她买房子的。夫妻俩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那就2300，明早去过户。男人一锤定音，他们也着急走，机票都买好了，房子卖给这样的人家，他们也放心。那就谢谢了。敲定了买房子的事，刘大姐和林之秋高高兴兴地出了胡同里。刘姐，谢谢了，明天请你去国营饭店吃饭。跟我客气啥？我就带个路，吃什么饭？别糟蹋钱了，我先回去了，家里还没煮饭呢。因为公公和婆婆在家里面，林之秋想躲他们，所以他直接又去了大女儿家。妈，你不是回家了吗？我有件好事来告诉你。林之秋一路上乐得嘴都没合上，他可是知道这小院未来会是什么价值，才2300，真是捡了大便宜了。姥姥，啥好事？我帮你们买了个院子，就在咱家后面那胡同，独门独院可好了。明早你跟我去办过户。给我买了院子？是啊，你那钱放着也是放着，买房子不管租出去还是自己住都是份产业，以后给满满当嫁妆也行。宋春华和满满听后也很高兴。妈，到时候咱俩搬那边去住吧，离姥姥近。他们这边和谐一片，老宋家那边气氛就不一样了。宋二强中午回家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宋大强带着爷奶进了胡同，他不用想就知道这是宋大强搬的救兵，他连忙跑回了家中。媳妇，快走，大哥把爷奶弄来了。
来就来呗，怎么了？老二媳妇疑惑地看向宋二强，我爷爷奶奶可厉害了，他们眼里除了大哥谁都没有，赶紧走，别在家里出力不讨好。那咱们走了，妈怎么办？等会我告诉刘毅，让他堵着点咱妈，让咱妈也去大姐那躲几天。宋大强领着老两口进门，就看见空荡荡的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宋大强本来还想着让老二媳妇给老两口做饭呢，他出门找家里人时看见了胡婶子。婶子，你看见我弟妹了吗？没在家吗？刚才还带着孩子在家玩呢。没在。那我也不知道了。你找你弟妹干啥？没事，我爷奶来了，合计想让弟妹做点饭。你自己不能做啊？你个大脖子还使唤弟妹啊？你爷奶大老远来，你不领着出去下馆子啊？宋大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的走了。空着2只手回来，还好意思使唤兄弟媳妇，真是不要脸。宋大强出去买了几个包子给老两口点点，他手里也没有钱了，存折都被林之秋拿走了，兜里那20块钱也被林之秋搜刮去了。回老家还是管同事借的钱呢。刘彩霞听说存折被婆婆拿走了，在家发了好大一顿脾气，这几天都跟他冷战呢。他现在给老两口买几个包子都心疼的不得了。还得是城里，这包子就是香啊。宋有田回到家里时，老两口已经吃完饭了。爸妈，你们怎么过来了？是大强到村里非得接我们过来住几天，想孝敬我们老两口。老太太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就这个儿子最有出息，在城里安家，还生了这么有出息的大孙子。宋有田看了眼宋大强，他是老实不是傻，瞬间就明白了宋大强的用意。爸妈，既然大强想孝敬你们，你们就去他那住吧，也让他好好尽尽孝心。他那里可是单位家属楼，可比咱们这大杂院好多了。对，爷爷奶奶，我大哥那里可好了，电视机、收音机啥都有，厕所也在屋里可好了。老两口一听有电视和收音机，眼睛瞬间就亮了。他们村里可还没有电视呢。宋大强刚想开口，就被宋有田打断了。爸妈，我送你们过去，让你们好好看看，你们大孙子现在可有出息了。宋有田说话间，搀着老两口就往屋外走。三强，咱们骑自行车送你爷奶过去。好嘞，爸。宋有田和宋三强骑着自行车，带着老两口一溜烟奔宋大强的家属院去了。宋大强在后面急得直跳脚，他可没想把老两口领家去。宋大强家中，刘彩霞看着眼前的老两口，双眼发黑。大嫂，别愣着了，爷爷奶奶还没有吃晚饭呢。宋三强声音里带着幸灾乐祸，还是老爸有办法，大哥怕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你爷奶多做点好吃的，大强可是特意把他们接来尽孝的。刘彩霞感觉天旋地转，她虽然不情愿，但也知道宋大强把老两口接来的原因，目的还没达成之前，她可不敢给老两口脸色看。爸妈，您二老就踏实的在这住下，明天下班我再来看你们。好，你放心吧。老两口看着屋里的摆设，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也是住楼房的人了，回去可以好好跟村里人吹牛了。宋有田转身就走，宋三强也赶紧跟上离开了。宋三强走在宋有田后面琢磨，爷爷奶奶要是帮大哥管家里要钱怎么办？家里的家底早就被掏空了，现在还值钱的也就是爸妈的工作，还有大姐手里的抚恤金。想到大姐手里的抚恤金，宋三强眼珠转了转，心中有了主意。想到大姐手里的抚恤金，宋三强眼珠转了转，心中有了主意。第二天，林之秋带着宋春华和满满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子直接过户到了满满的名下。拿到钥匙后，林之秋带着他们回到小院，小院还是昨天的样子，屋子里的家具、锅碗瓢盆什么的房主都没有要。宋春华他们什么都不用添置，想住直接就能住。妈，这房子买的太值了。宋春华惊喜地看着小院，这园子里种点菜，够我们2家吃了，还可以养点鸡鸭什么的。妈，你和爸也搬来吧，跟我们一起住的了。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得了，我和你爸还年轻，不用你操心，你们娘俩慢慢看吧，我还得上班去呢。林之秋说完就风风火火地走了，帮女儿买了一套房子，他也眼馋得很，可惜他现在太穷了，根本就买不起。中午的时候，韩大壮骑着3轮车回来了，车上装着不少废铁。林大姐，我家里有事，下午就不过来了，车就放院里了。行，你放那吧，一会儿我帮你登记。韩大壮走后，林之秋就开始清点登记。3轮车最下面压着一根小手指粗的黑铁棍，看着不起眼，跟普通废铁没两样。林之秋刚要登记，突然眼皮子跳了几下，上辈子好像就有这么一根铁棍，后来被人当废品买走后，才发现里面裹着黄货，外面那层黑皮只是伪装。林之秋心里一动，赶紧停下登记。此时的韩大壮还没有走远。大壮，等一下。林姐，咋了？林之秋指了指车上的铁棍，笑着开口。你这车上有根黑铁棍，看着比普通废铁沉不少。我家正好缺根顶门的铁棍，你看这样，这根铁棍我单独买了，不算在废铁里，给你加2块钱行不？林姐，这铁棍你要用就拿去吧，啥钱不钱的，一根废铁而已。那可不行，该给的得给。林之秋拿出2块钱递了过去，韩大壮推辞不过，接过钱笑着道谢。那谢谢林姐了，这铁棍您尽管拿。韩大壮说完就走了，林之秋这才松了口气，把那根铁棍抱到一边的角落里，打算下班再拿走。干啥呢？林之秋刚放好，旁边就传来一声问话，把他吓了一跳。宋有田狐疑地看着老伴，这模样跟藏傻宝贝似的。林之秋一看是宋有田，没好气地瞪了他一下。你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我了。
我就是正常走过来的，哪知道你一惊一乍的。你干啥来了？林之秋压下心里的激动，我是来告诉你，我把我爸妈送大强那去了，你晚上能回家住了。宋有田把老头老太太去宋大强那里的事情说了一下。哎呦，你长能耐了！林之秋吃惊地看着宋有田。那可不，宋大强想算计他老子还嫩了点。别得意太早，大强没那么好对付，过几天肯定把老两口给你送回来。没事，等会我给有良打个电话，让他过几天找个理由把爸妈弄回村里去。宋有田早就想好了对策。对了，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林之秋扭头看了看，确认左右没人后，把那根铁棍递了过去。我怀疑这里面裹着硬货，你想办法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别让人看见。宋有田手一抖，铁棍差点掉在地上。硬货不会弄错吧？咱们能有这运气？你想办法试试，不管有没有都得弄清楚。宋有田压下心里的激动，拿起铁棍找了个石头磨了起来。没一会功夫，一抹黄色的光泽透了出来，两人同时低呼一声，激动的浑身发抖。你下午别上班了，去春华新买的院子，找个隐蔽的地方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一定要小心，别让人发现。明天咱俩分头去银行，把它们换成现金。宋有田连连点头，我知道了，你下班也直接去春华呢，别绕路。两人商量好，宋有田便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往春华的院子赶去。整个下午，林之秋都有些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他终于熬到了下班。林之秋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宋春华新买的院子。宋春华和满满回原来的家了，得过几天才搬过来。宋有田已经整理好了，东西被分成了小块，整整齐齐的摆放着。这些能有多少？林之秋压低声音问。3斤半，我仔细称过了，一点都不差。我的天啊！林之秋忍不住惊叹。现在多少钱一克？85块。那总共得多少钱？148750块。这个数字，宋有田在脑子里算了一下午，说出来的时候，声音还在发抖。老婆子，这么多钱，咱们怎么安排？宋有田激动地看着林之秋，等着他拿主意。你说呢？林之秋想看看这老头子有钱了会先想到什么。咱们也买几个这样的独门独院出租。林之秋挑了挑眉，又试探着问：不给你那几个儿子留点？宋有田的脸瞬间沉了下来。我跟你说，别把心思都放在那几个小子身上，除了老二，他们没一个靠得住的。咱们手里有钱，他们自然会巴结咱们；要是咱们没钱，指不定怎么搓磨咱们呢。林之秋听到这话，瞬间沉默了。上辈子老头子也这么通透吗？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上辈子自己一门心思催着宋有田拼命赚钱，给宋大强凑出国的费用，给宋三强攒彩礼，给宋小兰赚大学学费。宋有田就像老黄牛一样，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原来他早就看透了那几个儿女，是自己一直执迷不悟，不仅自己一味付出，还逼着老头子跟着自己受累。宋有田看林之秋脸色严肃，不说话，还以为是刚才说不给儿女钱，惹他生气了。那你看着分吧，你说咋安排就咋安排，我都听你的。什么叫我看着分？你就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吗？林之秋突然瞪着宋有田，语气里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你说的对，钱不管什么时候都得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谁也不给。以后谁孝顺，咱们就从手里匀点给他；不孝顺，就让他滚远点。就算把钱捐了，也不给那些白眼狼。晚上，林之秋和宋有田也没打算做饭，两口子这辈子从来没在饭店吃过一顿饭，今天他们决定好好庆祝一下。两人找了家饭店，点了一桌子好吃的。宋有田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多了好几条。知秋，你多吃点，跟我这么多年，你受苦了。宋有田觉得这样的日子才叫日子，有老伴在身边，想吃啥就吃啥，不用算计钱。夫妻俩把几个菜吃得干干净净，老两口吃饱后慢悠悠地往回走。他们没回大杂院，硬货还在春华的院子里，放在那里他们不放心，干脆就在春华的院子里住了下来。另一边，大杂院里，宋三强和宋小兰正大眼瞪小眼，等着林之秋和宋有田回来。可天越来越黑，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小妹，你去做饭吧，爸妈说不定去大哥那了。昨天就是我做的饭，今天轮到你了。我一个大男人哪会做饭？宋三强皱着眉跟宋小兰商量：你去做饭，我来洗碗，行了吧？洗碗本来就是你的活，昨天就是我洗的。小兰，你这就没意思了，非要算这么清楚吗？我不干吃亏的事，当然要算清楚。要是你吃亏，我可以不算。宋三强被噎得说不出话，索性撂挑子。行，算你狠，我不在家吃了。宋三强说完就起身去找何美娜了。第二天一早，林之秋和宋有田早早的就出门了，两人分开行动，一个去东城银行，一个去西城银行，把硬货换成了现金。忙活了一上午，他们终于把事情办完了。他们手里留下了5000块钱，其余的都存银行了。中午吃过饭，宋有田对着林之秋道：老婆子，我得去大强那一趟，我怕老两口顶不住大强的忽悠，明天又给咱们送回来，到时候又得闹心。林之秋这才想起来还有公婆这回事，那你赶紧去吧。宋有田进宋大强家之前，先找了棵大树，身体使劲在树上蹭几下
架子，把衣服弄得又脏又皱巴的，脸上也抹了一把灰。宋有田满意的推着自行车进了家属院。最近几天老头老太太的伙食非常的丰盛，炸酱面、小鸡炖蘑菇、红烧鱼，各种能想到的美食被他们吃了个遍。虽然刘彩霞很不乐意，但是为了让他们帮忙去筹钱，只能强忍了下来。今天宋大强看他们心情不错，连忙把要出国的事说了出来。出国干啥？外面都是资本家去的地方，咱不去。宋大强没想到他爷爷竟然不同意。爷爷，现在外面形势很好，只要出去就能赚大钱。那更不能去，那都是他们用金钱腐化咱们呢，那是犯错误。你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踏踏实实的工作，多给家里做点贡献，别想那些没用的。宋大强欲哭无泪，他千算万算，没想到老爷子竟然对出国有这么强的敌意。爷爷，现在只要出国回来的大学生都能得到重视，到时候我回来了，可能直接就能当上副局长。真的假的？老头惊讶地问道。宋大强毫不客气地点头，为了能出去，他是说谎都不带眨眼的。既然这么好，那你就去吧。老太太在旁边也开口了，大孙子这么有出息，他们可不能拖后腿。我也想去啊，只要出去再回来，咱家就彻底改换门庭了。那就去啊，是你爸妈不让你去吗？你不用管，你爸妈那我去说。我爸妈倒是不管我出不出国的事，有什么你就直说吧。老头知道宋大强后面还有话。爷爷奶奶，现在出国的费用有点高，我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才把您二老请过来。我和你奶奶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了，还要靠你爸和你叔养活呢。爷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管你们要钱，是想让您跟我爸妈说说，让他们帮我想想办法。出国的要多少钱呀？出国的费用加上机票、签证什么的，最少1万。1万？老两口不可思议地看着大孙子。你想要你爸的命啊？你知道1万块钱是多少吗？宋有田虽然在城里当工人，但是为了供宋大强上大学和结婚，把家底都掏干了，以前欠的钱也就前几天才还完。现在大孙子竟然开口就是1万，老头子突然觉得眼前的大孙子陌生起来。宋大强脸色尴尬了一下，就连忙解释：爷爷，只要挺过这几年，咱们家就彻底翻身了。等你翻身了，你爸估计下地底下了。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我爸妈有工作呢，他们把工作卖了，我大姐呢还有抚恤金，再跟亲戚们借点就差不多了。宋大强把所有人都算计到了，老两口听到这话气得心口起伏。他们这辈子好不容易把儿子送到城里工作，现在大孙子竟然为了自己让他爸妈卖工作。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你下面还有2个弟弟1个妹妹呢。老头子气得脸色铁青，他没见过这么能算计父母的孩子。正好这个时候，宋有田进屋了。宋有田浑身狼狈的样子，让老两口更加的心疼。有田啊，你这是干啥去了？怎么搞成了这样？妈，没事，我下班去货站卸了一会货，合计2天没过来看您嘞，今天早下班一会。宋有田这话让老两口听了心里难受，跟刚才大孙子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干一份工作就够累的了，还去卸货，身体能吃得消吗？没办法，三强还没有结婚，老四还要上大学，都是用钱的地方。知秋下了班还要去饭店帮人家刷盘子。宋大强听不下去了，我妈前几天刚在我这拿1000块钱，家里哪有那么缺钱？大强，你妈从你那拿的1000块钱都还债了。你从上大学开始，咱家就一直在借债供你。合计你毕业了能帮帮家里，可你毕业之后1分钱没给过家里。接着就是结婚，彩霞要了800块的彩礼，还有36条腿、收音机、自行车、手表，这些一样都没少。你算算你结婚家里花了多少钱？这些钱全都是借的。要不是前几天彩霞把你妈骂了，还把工资全都贴了娘家，你妈生气了，从你这拿了1000块钱，勉强把欠的债给还完了。三强也马上要结婚了，你小妹明年考大学，你说家里缺钱不？老头老太太听完后气得半死，这是什么白眼狼啊！宋大强，你媳妇都敢骂你妈，她现在还拿工资贴娘家。老太太从大儿子的话里提取到了2条重要的信息，瞪着眼睛一脸的不敢相信。宋大强没想到宋有田会把家丑就这么扬了出去。奶奶，那都是误会。误会？你媳妇没骂你妈，还是你媳妇没贴娘家？对了，还有你工作以后1分钱不交给家里，就看着你爸没日没夜的拼命的干。奶奶，以后我的工资1半都交给家里，这件事已经说好了。那还不是你应该做的吗？家里这些年欠着那么多债，你早就应该帮着一起还了。宋大强最烦别人拿他上大学说事了，他考大学工作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他并不想背负原生家庭这个累赘。宋有田看今天的目的达到了，就准备离开。他才不管宋大强心里想啥呢，只要老头老太太心疼他这个儿子，不帮着宋大强搅和家里就行。爸妈，你们就在大强这好好住着，大孙子难得想尽孝心，你们就成全他。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就先回去了，有空再来看你们。好，你赶紧回去休息，看着累得没个人样了。我们在这里挺好的，你别惦记。回去好好休息，我们回去的时候你再过来就行，没事别瞎折腾了。行，爸妈，我先回去了。宋有田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宋大强揉着额头，没想到老实巴交的父亲心眼竟然这么多，看老两口的态度是不可能帮他，逼着家里拿钱了。
宋有田走后，老头子和老太太直接就进了里屋。宋大强则是坐在客厅发愁钱的事情。宋有田回家后，跟林之秋说了在宋大强家发生的事。我爸妈应该不能逼咱们拿钱了。林之秋竖起大拇指，他发现宋有田现在的神情可真丰富，不像前世整天拉着苦瓜脸，想必现在他是觉得日子有盼头吧。晚上的时候，林之秋和宋有田下馆子吃完饭，终于回他们自己的家了。宋三强和宋小兰本来以为这次有人做饭了，可他们等了半天，始终不见林之秋进厨房。宋三强终于忍不住了：妈，你不做饭吗？不做。为什么？减肥。妈，我们还没吃饭呢。没吃饭就自己做，你没长手没长脚啊。妈，你都不给我们做饭吃了吗？凭什么让你妈给你们做饭吃？你们都成年了，不是应该我们享你们的福，你们给我们做饭吗？爸，我们还没结婚呢，哪家不是老妈做饭给子女吃？别人家没结婚的子女工资还都上交呢。一提到工资，宋三强就缩脖子，他那些工资还不够他花的呢，上交了他还怎么约美娜出去看电影吃饭？宋三强，从这个月开始，你也必须上交工资。妈，我就那点工资，您忍心要啊？那你就不要在家里吃饭，也别住家里的房子。妈，这是要给我分出去。你可以这么认为，谁家没结婚的子女不把工资交父母？也就你在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还等着老娘伺候你。那分家给我分什么？给我多少钱？房子得给我1间吧。宋三强迅速盘算着家里的财产，林之秋嘴角挂着冷笑：你没往家里交过1分钱，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是我跟你爸挣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凭什么给你分？钱和房子是没有，家里还欠外面600块钱的债，倒是可以分给你200。妈，你也太偏心了，大哥二哥结婚你都花钱了，怎么到我这就什么都没有，还要让我还债？我不干。你二哥结婚家里1毛钱也没花，你二哥在家里住这么多年，他的工资一直都是上交的，家里家外的活也都是你二嫂干的。至于你大哥，前几天我把给刘彩霞的彩礼钱要了回来，包括打家具结婚的钱，以后大强的工资也都要上交1半，作为我和你爸的养老费用。三强，既然你觉得我偏心，我就按你大哥二哥的标准对你，结婚1分钱没有，你要是在这个家里住，工资就全部上交，你要是分出去单过，1个月交1半工资当我们的养老费。不行。林之秋冷笑：你不是说我偏心吗？怎么了？按照你哥哥们的标准一视同仁了，你又不满意，这个月的工资就算了，下个月开始工资我看不见，你就给我滚出去。妈，你还是我妈妈，有这么逼自己儿子的吗？我不是你妈，你觉得谁能给你当妈你就找谁去。爸，你不管，妈要逼死我啊！你妈说的对。宋三强捂着胸口，满脸的受伤，他觉得面前的2个人绝对不是他的亲爸亲妈，以前老妈可是很爱他的，怎么可能对他说这么无情的话？宋小兰一直没有说话，她现在就怕林之秋看见她。她现在没有工作，不能赚钱，还要花家里的钱，是这个家最没有价值的人。她怕林之秋一生气把她赶出去，不管她学费生活费了。宋小兰默默到厨房里煮了2碗清水面条，她和宋三强1人1碗。宋三强刚才表现得悲愤欲绝，可是一点没耽误他吃饭，反正这个月的工资不用交，下个月再想办法，他自己分出去单过。那不可能，他那点工资，他怕把自己饿死。第二天一早，宋小兰早早就起床准备了早饭。林之秋起来的时候，早饭已经端上桌了。上辈子就是自己太惯着这群孩子了，你看这不都挺懂事的，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吃完饭，宋三强也开始主动收拾碗筷，林之秋也没理他们，推上自行车就准备上班去了。宋三强看爸妈都上班走了，也赶紧登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不过他没有去上班，而是直奔大姐家去了。宋三强到的时候，宋春华刚领着满满出门准备上班。宋春华看着满头大汗的弟弟时，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三强，怎么了？家里出事了？哪里是出事了？宋三强是怕到晚了大姐不在家，所以骑得飞快。大姐没事，就是挺长时间没见你了，想你了。宋三强心眼多嘴巴也甜，一旁的满满低着头撇撇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这个小舅都没有过来一次，现在又拿话哄人吗？宋春华听了很高兴，想我也不用这么急啊，走，跟姐进屋。兰，上班都要迟到了。没事，我等下请个假，你小舅也不常来，我跟他好好唠唠嗑。宋二强和宋三强都是宋春华从小带大的。林之秋要上班，宋春华从几岁开始就带着弟弟们了。小的时候，弟弟们对这个大姐比对妈妈还依赖。不过人总是会变的。宋三强来这是有事，也不跟宋春华绕圈子了。大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满满嘴角挂出讽刺的笑，他就知道会是这样。姥姥说的一点没错，最先跟他妈伸手的准是亲兄弟。行啊。宋春华以为是弟弟没有零花钱了，从兜里掏出5块钱递了过去。别乱花，家里也不富裕，你多心疼心疼爸妈。这段时间，宋有田和林之秋为他们家的事忙前忙后的。宋春华看着父母瘦弱的身躯，心疼得很。他希望弟弟们能懂点事，让爸妈省点心。宋三强没有接宋春华手里的钱。大姐，我借钱是想结婚的，这点钱不够。结婚？我怎么没听爸妈说啊？爸妈现在不管我了，还要给我分家分出去。不可能，爸妈不可能不管你。
林之秋有多心疼这个小儿子宋春华还是知道的，他们家大儿子最得宠，其次就是这个小儿子了。要是宋二强说这话他相信，宋三强说这话他说什么也不信。真的，妈让我把工资上交，不交就要把我分出去。那你就交呗。宋三强听后一阵无语。姐，爸妈不管我了，你不能不管我，我可是跟你最亲。满满在旁边实在忍不住了。小舅，我爸爸牺牲了，你知道吗？宋春华刚感动一半，恨不得给小弟掏心掏肺，被满满的一句话又拉了回来。宋三强被问得有些尴尬，这事他知道，但是他每天要接何美娜上下班，就没顾得上过来。知道，对不起啊，大姐，满满，那几天我忙，何其爸妈在这帮忙，我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没过来。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只管跟我说，我肯定义不容辞。宋三强紧着把话往回拉，免得宋春华跟他生分了。生分倒是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借给他钱。大姐，我对象家要800块钱的彩礼，家具和三转一响一样也不能少。爸妈也不是不管我，可是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大哥把家都掏空了，我也不忍心爸妈在东挪西借的为我奔波，就合计跟大姐借点。大姐你放心，以后我赚钱肯定还你。宋三强一副为家里着想的模样，满满也不小了。他知道宋三强说的这些没有2000都下不来，他爸一共3000块的抚恤金，小舅一来就想要2/3，真是好厚的脸皮。宋春华一脸的为难，小弟，我现在手里也没钱。大姐，你要是不想帮我就直说。我真没钱了，你姐夫的抚恤金我拿来买房子了，现在收租，以后给满满当陪嫁。宋三强一阵无语。大姐，你有这么大的房子了，还买什么房子？你那房子花了多少钱？宋三强听到钱没了，心疼的不行。宋春华长了个心眼，没说是林之秋帮他买的房子，他不想给林之秋惹麻烦。3000。没等春华说话，满满先回答了。宋春华瞪了眼女儿，怎么能撒谎呢？不过他也没说什么。林之秋买房剩下的那些钱他也不准备要了，就当孝敬爸妈了。大姐，你是不是被人骗了？什么房子能值3000块钱？你肯定被人骗了。骗什么骗？房子就在咱家后面那胡同里，独门独院的可好了。那也不止3000啊！再说了，你都有房子了，还买房子干啥？满满一个丫头片子，到时候直接嫁出去就行了，还给什么陪嫁？宋三强一着急把心里话吐露了出来，满满小脸一黑，他爸爸给他留的钱，怎么就不能给他买房子当陪嫁了？宋春华也有点不高兴了。宋三强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大姐，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满满还小，没必要把钱都买房子啊，留着钱多好啊，那房子还能退吗？信我的，大姐，别买房子，留着钱在手里有把握。不能退了，我们这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周末我们就搬过去住了。宋三强觉得头顶天雷滚滚，他想了好几天才想出这个办法，没想到还是来晚了。应该早点来的，早点来。大姐如果没买房子，我肯定就能拿到钱了。大姐，你手里还有多少？少点也行，我再去别人那里凑凑。宋三强还不死心，其实宋春华是有点积蓄的，可是前几天都被林之秋要去了，说还要给他买房子。林之秋就是担心这几个儿子惦记宋春华手里的钱，宋春华耳根子软，弟弟们一说好话，他就恨不得掏心掏肺的，所以除了生活费，宋春华家里的钱都放在林之秋那里了。不过宋春华不想给林之秋惹麻烦，你姐夫丧事花了不少，再加上之前借家里的钱，我手里真没有多余的钱了。宋春华一脸为难，钱要是在他手里，他说什么也得给小弟拿几百。满满脸上带着笑，还是姥姥了解舅舅们，提前把妈妈的后路断了。那大姐，你那房子能不能借我结婚用？宋三强脑瓜子一转，又想了一招，借不到钱没关系，3000块的房子借来也行啊，到时候他和何美娜住在那里也不错。这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租金都收了，我还想把爸妈也接到新房子住呢。宋春华一脸为难，大姐，房子多少租金我给你，这房子你租我得了。宋三强今天说什么都得在大姐这撕下来一块肉。宋春华满脸为难，三强，这房子租给单位当宿舍了，合同都签了。大姐，你怎么能这样？我又不是不给你租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怕我给不起？宋三强脸上挂不住，想翻脸了。小舅，房子都已经租出去了，你逼我妈也没用啊。满满不满意宋三强对他母亲的态度。大姐，你还说你没钱，房子租金不是钱吗？你是怕我还不起是不是？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他们的租金没有直接给我，他们给满满办了张存单，每年的房租直接给满满存上了。这是林之秋提的建议。宋春华现在有工作，足够他们娘俩生活了，房子的租金就给满满攒起来，以后上大学用的。宋春华当然同意了，他也怕自己手松手不住财。小舅，那是我的钱，你别指望。大姐，你就这么教孩子的？我妈教的挺好的，至少我不会去别人家借不到钱就气急败坏，我还是要脸的。好，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敢瞧不起我，大姐，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弟弟。宋三强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气急败坏的走了。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跟你舅舅说话呢？我怎么说他能满意？你把钱和房子给他，他能满意？你给爸。他是你舅舅，是你的亲人。
亲人，我们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在哪里？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在哪里？我爸办丧事的时候他在哪里？有便宜可占就是亲人，没便宜占翻脸就不认人，一点脸面都不要，这样的亲人我不要。满满眼泪流了下来，他永远也忘不了漆黑寒冷的深夜，他们被赶出来，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他们在姥姥家那么大的动静，小舅小姨连屋子都懒得出一下。宋春华被女儿说的有些气急败坏，他脑子一抽就给了满满一巴掌。满满一脸的不敢置信，妈，你竟然为了这么不着调的小舅打我！满满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宋春华心里有些后悔，有心追出去又觉得是自己惯坏了孩子，才让满满这么没礼貌的，于是他也没追，收拾一下就上班去了。他觉得满满一会就自己回来了。傍晚，林之秋刚下班到家门口，宋春华就风风火火的跑来了。妈，你看见满满了吗？林之秋被问得一脸懵。没有啊，我刚下班回来，怎么了？满满不见了吗？宋春华捂着脸呜呜的哭了起来，正好宋有田也在这时候回来了。别哭了，怎么回事？满满呢？妈妈，满满不见了。先别哭，快把事说清楚。邻居们听到动静也都凑了过来。是呀，春华，先说是找不到孩子，有你哭的。今早小弟去我家借钱。宋春华一边哭一边把早上的事说了一遍。林之秋气得浑身发抖。满满哪里说错了？你为什么打他？你自己拎不清，还想让孩子跟你一样？林之秋气坏了，宋有田也气得脸色铁青。知秋啊，别埋怨了，赶紧先把孩子找到要紧，一会天黑了，一个小姑娘在外面多危险啊！是呀，赶紧去找吧。孩子会不会去新房子那里了？你去那找了没？宋春华赶紧摇头。我去看过了，没在那里。刘姐，你们帮我去南边找，我去西边。行，我回家叫老头子一起去。宋三强和宋小兰下班放学回来也听说了，宋三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也赶紧跑了出去寻找。宋小兰本来不想去，可是连邻居外人都去了，他要是不去，他怕林之秋回来说不定得把他分出去，于是他不情不愿的出门了。晚上8点多，众人都没看见孩子的踪影，邻居们都在院里猜测着孩子能跑哪去呢？孩子会不会去他爸坟上了？刘大姐突然灵光一闪，林之秋一愣，她觉得真的有可能。片刻后，一群人赶到了那里，漆黑的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紧紧地贴在墓碑上。满满，宋春华连忙跑了过去，孩子冻坏了，赶紧送医院。宋有田抱着满满就匆忙地往回跑，宋春华哭喊着跟在后面。你闭嘴，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要不是你自己拎不清，孩子能遭这罪吗？宋春华被吼的哭声卡在了嗓子眼里，旁边的宋三强缩着脖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到了医院，值班医生给满满检查了一下，着凉受风寒了，没有大问题，不过要在医院住几天。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没什么事就好，因为满满要在医院住几天，于是留下宋春华在这里。林之秋他们先回去收拾点日常需要的东西。回到家中后，宋三强害怕被算账，于是想要悄悄地溜走。宋三强，你过来一趟。宋有田根本就不准备放过他。爸，这么晚了，明早还得上班呢，有事明天再说吧。明天说，那今晚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宋有田阴沉着脸。爸，不至于这么说，多伤咱们父子感情啊。宋三强嬉皮笑脸的，满满找到了，他觉得他也安全了，可是家里这关也挺难过。我跟你没有感情，我没有你这个差点逼死外甥女的儿子。爸，严重了，我是去管大姐借钱了，可是也不是我让大姐打的满满啊。没有你恬不知耻的借钱，你大姐能打孩子吗？你说这话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宋有田气得双眼发红，宋三强低着头站着，还有点不服气。爸，我就是借点钱，谁知道满满会说话那么难听。宋有田被这个儿子的无耻刷新了自己的三观。你借点钱，你凭什么借钱？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钱吗？说难听点，那是你姐夫的卖命钱，你凭什么借？你大姐和满满被赶出家门，来咱家那天你怎么不出来？你怎么不替你姐出头？你有什么脸跟人家借钱？你有没有点羞耻心？林之秋这时候也收拾完东西走了过来。你借钱，你拿什么还？你就是看你大姐手里有钱了，就想把钱弄到自己手里，你根本就没考虑过还，也没考虑过人家孤儿寡母之后的日子怎么过。说你自私都是抬举你。爸妈，你们就是这么看我的，我有那么不堪吗？林之秋气笑了。还你有那么不堪吗？你自己干的什么事自己不清楚吗？明天你的光辉事迹就会传遍整个胡同。姐姐的丈夫刚没了，你就惦记姐姐的钱和房子，还差点逼死外甥女。我说的都算好听的了，明天你自己去听听大家怎么评价你的吧，到时候你再回来说我们说话难听。宋三强算是彻底完了。林之秋说的对，他们可能说的算是好听的了。妈，那我该怎么办？宋三强真的急了，他也是要脸的。他干这事的时候想着顶多爸妈知道，没想到邻居什么的都会知道。你干得出来还怕别人说吗？怎么办？听着呗，看看大家是怎么夸你的，是不是我们当父母的说的你太过分了？万一别人都觉得你做的对呢？宋三强不傻，他干这事根本就不能拿面上说。妈，我丢脸，咱家不都跟着丢脸吗？您帮我想想办法。宋三强把老妈当成最后一根稻草。
我没教好孩子，活该被人戳脊梁骨，这是我的错，我认了。你赶紧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滚出这个家！这个家不允许你这种没良心的人再迈进来一步。妈，你真要这么狠？你才狠呢！我跟你比1%都不到。我不走。宋三强哪里也不准备去，他兜里比脸都干净。这由不得你。爸妈，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真的错了，求你们了。宋三强看爸妈来真的了，扑通一下给林之秋跪下了。宋小兰看得浑身一抖，大姐那天来的时候她也没出面，爸妈心里肯定也给她记了一笔。现在她不敢出声，怕也被赶出去。承认错误有什么用？你要是真的知道错了，不是在这里跟我和你爸说，你也不小了，我们尽了父母的义务，以后好自为之吧。林之秋说完，就和宋有田转身回屋了。宋三强跪在地上，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他真的知道错了。宋有田和林之秋回屋，谁也没睡着，都在想孩子怎么就被他们教成这个样子呢？第二天早上，林之秋煮了几个鸡蛋，又熬了点小米粥，然后拿着洗漱用品去了医院。医院里满满已经醒了，不过任凭宋春华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理会。林之秋进病房里，拿出小米粥和鸡蛋，赶紧趁热吃了，一会该凉了。宋春华抹着眼泪接了过去，林之秋看得一阵心烦。孩子都没事了，你哭什么？满满他不理我，你打人时候那能耐劲呢，别人挨打了，还弄得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你哭给谁看啊？只要你掉几个眼泪，别人就得原谅你。你的眼泪要是那么厉害，去申请专利当武器用吧。林之秋劈头盖脸给宋春华一顿骂。你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别来医院了，孩子看见你也心烦。那哪行啊，满满需要人照顾，他离不开我。妈，你回去吧，姥姥在这照顾我就行。满满，你不要妈妈了。宋春华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妈，你能让我静一静吗？昨天晚上你一直哭到现在，我已经很困了，你在这我根本就休息不好。宋春华不情不愿地走了，满满暗暗地松了口气。另一边，宋三强上班去的时候，发现邻居们看他的眼光都变了，全都充满了不屑和厌恶。三强真是没良心，他姐夫刚没了，他就惦记上了姐姐家的钱和房子。听说他看上何美娜了。啥壶配啥盖，他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我看他们俩就很合适，可别糟蹋别人家的孩子了。这些话一字不落地落入宋三强的耳朵里。平时他要听到有人这么说何美娜，他肯定跟人家吵得天昏地暗。可是有满满的事在前，他也不敢上去吵。到了单位，宋三强发现周围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不少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的。宋三强心里暗叫一声不好，他附近的邻居也有在这里上班的，肯定昨天的事传到厂里了。厂里到处都是指指点点的，宋三强都不敢抬头走路了。最后他没办法去找领导请了假，可是到了家，宋三强的心就跟在冬天河水里泡着一样的凉。一个大包裹放在他的房门前，房门已经被锁上了。宋三强接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打击。爸妈，宋有田从屋里走出来，昨晚就跟你说了，赶紧滚！爸，你让我去哪啊？我没地方去啊！你都20了，已经成年了，以后自己好好过日子。宋有田铁了心要给宋三强分出去。爸，我没地方住，怎么好好过日子啊？我还没结婚，你不能不管我啊！我15岁就出来做工，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不也活到了今天？你就不能有点志气？宋有田恨铁不成钢。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您原谅我这一回，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宋三强哭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别提有多惨了。周围的邻居听到动静后都在议论，你说老宋真要把三强分出去啊？我看老宋真的被这个儿子伤到心了，哪有这样的崽子，什么钱都敢惦记。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二拎着饭盒正准备去医院送饭，现在尴尬的站在老爸和宋三强旁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二哥，你帮我跟爸说说，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打大姐钱的主意了，家里钱的主意我也不打了，真的。说实话，宋二强也看不起宋三强的行为，别说去管大姐要，就是大姐主动给他们也不能要啊，那是什么钱啊？就是穷死也不能花那个钱。可是宋三强求到他跟前了，他也不好意思不管。爸，要不再给三强一次机会，他肯定知道自己错了，他肯定改。我改，我真的知道错了。宋三强眼泪鼻涕横流，赶紧接着二哥的话认错。毕竟养了20来年的儿子，宋有田还是有些心软啊。不过也不能没有条件的原谅，犯错误没有成本，下次他还会再犯的。不给你赶出去也行，我有3个条件。爸，别说3个条件，100个条件我都答应。宋三强赶紧保证，你先听我说完再答应。第一，以后每个月工资上交，我也不全要，你自己留5块零花，剩下的都上交。爸，不想交？宋三强硬着头皮开口，我交还不行吗？是你自愿交的，不是我逼你的吧？爸，我是自愿的，您和妈为了家不容易，我长大了确实应该替家里分担一些。宋有田点点头，对这个说法勉强满意。第二，以后家里不管谁有事，你都得积极上前帮忙。宋春华的事让宋有田看到了，虽然家里有3个儿子，可是用到的时候发现一个个都自私的很，没有好处的事都置身事外。现在这样的方式虽然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有人总比没有强吧。宋三强一口应下，这是简单没有成本，他应得痛快。
第3，不许再去找何美娜。这下宋三强不愿意了，别的什么他都能答应，这件事他真的答应不了。爸，为什么啊？我就喜欢何美娜，怎么就不行呢？宋有田叹了口气，何美娜跟我们厂长的孙子处对象呢，你知道吗？不可能，指定是那小子缠着美娜，你误会了。宋有田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这个恋爱脑儿子。他们双方都见家长了，何美娜明天就要去我们厂广播站上班了。宋三强觉得天雷滚滚，不可能，不可能，这是我们厂子都知道，你可以自己去问。我告诉你，不管何美娜跟厂长的孙子成不成，你以后都不许去找他。虽然儿子不成器，但是他也不能让那样不靠谱的女人害了儿子一辈子。爸，不可能的，肯定是误会，我这就去找美娜。宋三强根本听不进去宋有田的话。爸，我跟着去看看。宋二强有点担心宋三强，你不用管，他不吃点亏是不会长教训的，赶紧给你妈和满满送饭去吧。老二觉得爸说的有道理，那个何美娜谁不知道啊，整天吊着好几个男人，就宋三强那个傻子真的相信是其他人在纠缠何美娜，一个月挣那点工资都搭给那个女人了。宋三强浑浑噩噩的来到何美娜家后面，在后墙上学了半天布谷鸟叫，何美娜也没有出来，这是2个人联络的暗号。宋三强等了半天，何美娜也没出来，他也没走，今天不整清楚，他回去也睡不着。医院里，满满对宋二强还是很尊敬的。他和妈妈被赶出家里那次，宋二强没少帮忙。妈，今晚我在这吧，您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林之秋在医院待了1天，确实感觉很累。那你在这吧，我回去歇歇，明早来换你。明早让春妮过来吧，您在家再休息休息。宋二强看林之秋气色不好，准备明天让他媳妇过来。姥姥，今晚要是不发烧，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您就别过来了。那明早让你二舅妈过来，要是医生说能出院，就回姥姥家养着，有啥事就叫你二舅，别不好意思。林之秋又嘱咐了一遍，才离开了医院。他路过何美那家附近时，听见那边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惨叫声。他听着里面的惨叫声，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救命！打人啦！这下林之秋听清了，这是他家宋三强的声音。等林之秋走上前，看到里面的情景时，眼前一黑。打人了，快报安保队！里面那人吓得一抖，凶狠地看向林之秋。林之秋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帮我去报安保队，再去前面胡同里通知一个叫宋有田的，就说他儿子被打了。那人拿着钱转身就往外边跑，10块钱都抵得上他半个月工资了，这忙他肯定要帮。宋三强躺在地上不停地惨叫，打人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板砖，满脸警惕地看着林之秋。何美娜躲在那个小伙子身后瑟瑟发抖。孩子再不争气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骂他那是教育他，但没有让外人欺负的道理。林之秋大叫一声给自己壮胆，然后对着那个小伙子就撞了过去。林之秋红着脸的样子有些吓人，那个年轻人慌乱之下伸手挡在身前，没想到林之秋的脑袋刚好撞在了他手里的板砖上。林之秋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接着他就倒在了地上。宋三强刚才还在滋滋哇哇的乱叫，看到林之秋受伤了，浑身的气血都冲上了脑门。我跟你拼了！那个小伙子本来也没想把事情闹大，他只是想要教训一些宋三强，但是现在情况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看着面前失去理智的宋二强，他赶紧把旁边的何美娜拉到了身前阻挡。三强，住手，快停下！此时的宋三强眼睛都红了，这会儿他可不管什么何美娜了，在他眼里全都是打伤他母亲的仇人。他伸手就把何美娜推向一旁，此时何美娜的家人也出来了。看见有人要锤自己的女儿和未来的金龟婿，立即就不干了，都纷纷冲了过去。这时候，宋有田、宋二强他们也都来了。他们看到林之秋躺在地上，宋三强还在挨揍，二话不说就都冲了上去，场面瞬间乱作一团。只是何家的人明显比宋家人多，没一会功夫，宋家的人都受伤了。安保队的人也在这时赶到了，把打人的小伙子以及何美娜的家人全都带走了。林之秋和宋有田他们则是被送到了医院。何家众人还是很镇定的。同何美娜在一起的小伙子叫刘国胜，刘国胜的爷爷是机械厂的厂长，他们觉得有机械厂的刘厂长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医院里面得知林之秋受伤了，邻居刘大姐也过来了。春妮呀，别哭了，赶紧把大强叫过来，这里不能没有主事的人，还有你家二叔啥的，能叫的都叫来。现在林之秋几人被送进了手术室，他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家里来的人越多越好，大家也好商量。这事太大了，他们邻居可不敢做主。春妮擦擦眼泪，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好，我这就去。春妮先是到护士站接了电话，给老家的二叔打了电话。春妮压抑着自己的哭声，跟村长说了宋有田这边的事。老二媳妇，你别急，咱们一会就到。挂了电话，村长忙往宋有良家跑。咋了，村长？还咋了？你大哥一家都被人打进医院了，赶紧收拾一下过去。宋有良气得双眼通红，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堂兄弟，一群人开着拖拉机奔着城里去了。1个多小时过后，宋家人就到了医院。情况怎么样？宋有良紧张地问。进去了就没出来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春妮一边哭一边讲。宋有良气坏了，老子现在就去机械厂找他要说法。几人说话的时候，宋大强也在这时候赶来了，他旁边还跟着老头和老太太。宋有良看见他老爹后心里也踏实了，老头子可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有老两口在这坐镇，宋有良心里才有底。人怎么样？不知道，还在手术室。
就在这时，医生走了出来。你们是谁的家属？我是宋有田和林之秋的家属，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宋二强伤得最重，脑袋缝了25针，要送去重症病房观察几天。在场的人听到没有生命危险都松了口气，只要人没事就行。机械厂那边来人了没有？没有。打了人就白打了，连个人影都不露，这是欺负我们老宋家没人，还是觉得咱们泥腿子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老爷子立起了眼睛。爸，您说怎么办？有良，带着人咱们一起去机械厂要说法。片刻后，老头老太太雄赳赳气昂昂的带着一群人离开了医院，向着机械厂赶去。厂长，不好了，出事了！门口来了好多人，他们说是被您孙子打了的家属，保卫处的人不敢擅自行动，您还是亲自看看去吧。刘厂长也意识到事情不好，他赶紧带人一起出去安抚。他们刚来到厂门口，就看到门口躺着一对老夫妻，一群人都在门口喊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要求严惩凶手。刘厂长看的脑袋都大了，赶紧让人上前去调解。老人家有什么事到我们厂里去说吧，这里太凉了，别给您二老冻坏了。我儿子孙子都被你们厂给打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同志们，事情总是要解决的，我们请2位老人家进去好好商量一下。又不是机械厂的事，用你们解决什么？你们机械厂成了姓刘的私人财产了吗？我们也不为难你们，你们让姓刘的过来谈。就在这时，厂里又气势汹汹地走出来几个人，他们听说有人来找刘厂长的麻烦，没经过刘厂长的允许，都自告奋勇地赶来了，想要在厂长面前表现。他们不管3七21，上来就和宋家人吵了起来。没一会儿功夫，双方就动起手了。混乱之下，躺在地上的老两口也遭了殃，一连被踩了好几下。旁边的刘厂长吓坏了，手哆嗦个不停。完了，这下闹大了。他原本是想把老两口请进去谈谈的，谁知厂里突然出来了一群人，把局面给搞砸了。混乱的场面一直持续到安保队的到来才结束。老两口也被立即送到了医院。医院里已经醒过来的林之秋知道老两口也受伤住院了，心里不停的自责。他和宋有田、宋二强3人勉强起身去了老两口的病房。病房里，老头老太太饿坏了。饭呢？快去整点吃的，快给我和你爸饿死了！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也不说给我和你爸送点饭。老头子也眼睛亮亮的看着几个人，他现在感觉自己至少能吃2个大肘子。3个人看明白了，老两口应该是没事，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爸妈，我这就让人去买。我来问问你们想吃什么？我都饿不行了，吃点简单的对付一口吧。酸菜猪肉蒸饺、小鸡炖蘑菇、红烧肉，先这些吧。宋二强佩服地看着爷爷奶奶，这胃口一点不像70多的老人。林之秋给春妮拿了钱，让他赶紧去给老两口安排上。太多了吧，爷爷奶奶能吃完吗？快去吧，一会送晚了，奶奶要骂你。宋二强连忙提醒媳妇，春妮吓得浑身一抖，嗖的一下跑出去了。老婆子是不是闹得有点太大了？宋有田有些担心。怕啥？大不了你提前退休呗。林之秋无所谓的说道。退休了也好，要不闹得这么难看，我在厂里也不好干。宋有田倒没有怎么舍不得工作，毕竟他和林之秋现在也有钱了，1个月内几10块钱他也懒得去赚。要不说钱就是人的胆呢。连老老实实的宋有田，在有钱之后对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都不屑一顾了。宋二强更是惊讶的不行，爸居然同意这么早就退休了。他之前可是非常看重自己的工作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吃到早退过，就是请假也是迫不得已才会请的，居然就这么同意退休了，这还是爸吗？不是脑袋真的被砸坏了吧？另一边，宋小兰在家里听到消息后也非常担心。虽然她平时对家里的事不上心，但她也不想家人出事。她想带着宋二强的孩子去医院看看，但又担心去了添乱，于是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中午的时候，机械厂来了2个人。婶子，刘厂长想对您和您的家人做出补偿，不知道您有什么要求吗？林之秋翻了翻白眼，不就是想私了吗？还说得这么委婉。我要求严惩凶手。对方刚才脸上还挂着和善的笑容，因为林之秋的话一下子僵住了。婶子，你不好好想想，他可是机械厂的厂长，叔叔不是在机械厂工作吗？以后可以给叔叔不少工作上的帮助的。林之秋嘴角挂着冷笑，想威胁我们？刘厂长还想滥用职权给工人穿小鞋？没事，谁敢给我们小鞋穿，我们就往上反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婶子，没有威胁的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就是想协调一下，看看您这边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没有，想要给您点补偿。我们没有困难，也不用补偿，我就希望严惩他们。2人又劝了一会就离开了。宋二强不解地问道：妈，咱们怎么不谈条件？条件不是这时候谈的，必须让他们看到我们坚决的态度，让他们心慌。如果现在就跟他们谈条件，肯定随便一点好处就给我们打发了。只要我们不松口，就得接着往下走程序。不管是刘厂长还是他孙子，都够他们喝一壶的。一晃就过了半个月。这天晚上，宋大强和刘彩霞过来了。刘彩霞自从第1天来过之后就没有来过，宋大强倒是平均2天过来一次。这次过来明显能看出来刘彩霞的心情很好，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林之秋看了2人一眼，没理会他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宋有田还挺高兴，最近宋大强总来看他们，他觉得跟大儿子的关系亲近了不少。宋二强也觉得他大哥大嫂今天来没什么好事，就刘彩霞那人无利不起早，这么多天了都没来医院，今天喜气洋洋的来了，能有什么好事？爸妈，感觉好点了没有？我这些日子忙，都没空来看你们。宋有田和林之秋也不说话，再忙也不至于半个月都不见个人影。这是给您买的香蕉还有罐头，都是今天供销社新到的货，非常新鲜。两人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刘彩霞推了推宋大强，爸，今天我们单位领导找我谈话了。宋有田没有说话，等着他接着往下说。我们领导跟我说，只要咱家愿意和解，对方愿意给咱家2万块钱，还可以给您往上提2级。宋有田现在是5级技术工，工资40多块钱，要是能调到7级工，基本工资就是80多，再加上补助奖金什么的，工资能过100，还有2万块钱呢。2万块钱够他们2个出国了。林之秋嘴角带着嘲讽的笑，他们要是能答应，还用等这2个蠢货来当说客？宋大强两口子傻乐呵半天，看屋里没一个人理他们的。刘彩霞有点急了，爸，这么好的条件，咱们赶紧答应了吧，要是他们反悔就晚了。反悔就反悔呗，反悔就让他们去里面待着。不是，爸，您听清楚没有？那可是2万块钱，2万啊！您这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吧？老大媳妇说的好像你经常见似的，怎么你是什么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啊？林之秋嘲讽道。宋有田不好意思跟儿媳妇拌嘴，只能他亲自下场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妈，我是说机会难得。刘彩霞涨红着脸解释。什么机会？躺在医院的机会？你那么喜欢这样的机会，去街上找人打一架，让人家把你脑袋也开瓢。林之秋才不惯着他呢，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妈，你说什么呢？宋大强不满地喊了一声。怎么了？我说错了。大强，你说说躺在医院算什么机会？彩霞不是那个意思，她是觉得对方诚意很足，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他觉得，我不用他觉得，我要我觉得。我们家的人被打进医院住院了，我不要钱，我就要争这口气，必须把他们送进去。妈，你疯了？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你一辈子都赚不到。宋大强和刘彩霞不可思议地看着林之秋。我赚不到，就证明那钱不属于我，不属于我的我不奢求。刘彩霞觉得婆婆的脑袋让门挤了，眼瞅对方家里能得到什么好处？妈，2万块钱都可以让我和宋大强出国了，你们就不用出去借了。爸的工资也涨了1半，多好的机会啊！刘彩霞，就是我们同意了，那钱也不可能给你们1分。你在那做什么梦呢？还够你们出国？你们出国关我们什么事？宋大强和刘彩霞的表情僵在脸上，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妈，家里有钱不应该供我们出国吗？家里供完了大强读大学结婚，凭什么还要给他花钱？我们是出国，是给你们争光啊！你们赚钱给我吗？林之秋问出关键的一句话，瞬间让2个人沉默了下来。你们赚钱也不给我，我凭什么给你们出钱？再说了，就算赔给我们2万块钱，也是给我们6个人的，2万块钱除以6，你问问其他人会把钱白送给你们吗？别惦记我的钱啊，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你们就是上天也跟我没有关系。宋二强率先表态，宋三强更不用说了。我还没有到七老八十老糊涂的时候，我的钱也谁都不给，我的钱留着自己养老。宋大强脸色铁青，他的领导跟他说这事的时候，他有多激动，现在就有多愤怒。爸妈，2强3强的钱就算了，你们怎么能不支持我出国呢？出国以后的好处。林之秋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还是那句话，我把你养这么大，已经尽到了我当母亲的责任，以后都是你回报的时候。不管我有钱没钱，都跟你没有关系。至于你说的什么光耀门楣之类的，你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这么想过了。你毕业工作结婚，我欠了1屁股的外债，我跟你爸哪里光耀了？家里只有吃不完的苦，几个月都不见一点荤腥，家里的其他人都跟着我们受苦。所以你那饼还是给别人画吧，我吃的挺噎的。你们什么意思？我们出国，你们有钱也不给拿是吗？是的。林之秋非常肯定的回答。好好好，那我们以后断亲，你们就当没有宋大强这个儿子。那不可能，我们给他养这么大，供着读完大学娶了媳妇，现在想把我们一脚踢开，门都没有。宋大强，你每月必须上交1半的工资给家里，别忘了你签的协议。你们做梦！爸，您不能不管我吧？我出国回来以后的发展你都想象不到，我们老宋家彻底的改换门庭了。宋有田淡淡的看着大儿子，大强，我骨头油都快榨干了，这话你大学的时候没少说。我觉得这饼可以给你老丈人家也吃点，你老丈人也盼着你有大出息呢，毕竟你出息了，他们家的好处可不会少。爸，我老丈人家条件不好，你也知道，他们还靠我媳妇接济呢。你媳妇是个孝顺娘家的，她1个月工资也不少。你老丈人家5、6个壮劳力，条件不比我们差，至少没有像我们家一样一屁股债。爸，要是家里没钱，我也不说什么了。可是家里现在有钱了，也不能支持我一下吗？出国真的对我非常的重要。宋大强语气带着哀求。家里没钱了，我们不准备要刘家的钱。出国对你那么重要，你就自己努力。你们单位年年都有公派出国的吧？根本就不用自己花钱。你爸虽然只是工人，但你要出国，我也打听了不少。爸，公派出国能轮到我吗？单位里有权有势的多的是，这种机会怎么会轮到我呢？
你只要用心工作，给单位做出贡献，还是有机会的。你还是把心思多用在工作上吧。你跟你腿子懂什么？出国深造的机会能是我们普通人能得到的吗？什么都不懂，还指手画脚的。宋大强出生在你们家真的是被耽误了。刘彩霞话刚说完，老二媳妇一个巴掌就呼了过来，刘彩霞的脸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子。吵什么吵？这是医院，不是你家1亩3分地。护士在这时走到了门口，看着病房的众人吼道：“我们处理点家事。”处理家事回家处理，再打扰病人休息，让保卫给你们赶出去。大强，咱们家不耽误你了。你媳妇既然看不起你腿子，那以后我们就少来往。每个月开工资的时候，我直接去你单位领我们的那一半。妈，您一定要这样。宋大强根本就不想给出自己的工资。你不给，我就去你们单位问问领导，你签的协议到底有没有效？妈，你非得毁了我才甘心吗？我好不容易供出的大学生，一点都没有回报我呢，我怎么忍心毁了你？毁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损人不利己的事，我是不会干的。你做梦，我们是不会给你钱的。面对虎视眈眈的老二媳妇，刘彩霞不敢大喊大叫，也不敢骂了。你可以不给，能不能要到看我的能力。爸妈，今天我们都不冷静，过2天我再来看你们。宋大强拉着刘彩霞就往病房外走，再说也说不出什么，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宋大强，你要是敢把工资交给你们家，咱们就离婚。刘彩霞咬牙切齿地说道：“别说气话了，只要我能出国，这些都不是事。拿什么出国？你爸妈有钱都不给你拿，怎么出国？”出国梦破碎，刘彩霞都要崩溃了。别急，我爸妈说的没错，钱不是他们2个人的，爷爷奶奶也有份。宋大强又把主意打到了老两口身上。病房里，老两口听着收音机，迷迷糊糊的都要睡着了。爷爷奶奶，宋大强喊了一声，给老两口吓了一跳。你们怎么过来了？挺晚的了，没事瞎跑什么？老太太一脸的不高兴。有啥事？爷爷，我出国的事情，您觉得怎么样？挺好的，你不是说出国回来就能当大官吗？大孙子，以后老宋家就靠你了。爷爷，出国需要不少的费用，我现在手里不宽裕，您能不能支援我点？您放心，您2老以后养老的钱都我出，等我回来就把祖坟重新翻新，让祖宗们都知道咱们老宋家也出了当官的。老爷子淡淡的看了宋大强一眼，咱家逃荒过来的，哪有祖坟？你做梦呢？宋大强尴尬了一下，没事，咱老家在哪？到时候咱们回老家翻新祖坟更风光。咱家你太爷爷那是落草为寇的苦命人，你要回去给他们翻新祖坟吗？您开玩笑呢吧？您以前可没说过。以前你出生的那个时候，我敢说吗？要不是时代变了，这件事我就是带进棺材也不会说的。宋大强一听可能是真的，吓得连连摆手。这件事要是传开了，他怕现在的工作都保不住。爷爷奶奶，天色晚了，我明天再过来看你们。忙什么？正好说到咱家的根了，你又是长子长孙，我跟你好好交代交代。爷爷，我们明天还得上班，明天下班我早点来看你。宋大强说完，连忙拉着刘彩霞出了病房。老头子，你说大孙子信了没？我管他信不信，只要有1%的可能都吓死他。大半夜的来打咱们钱的主意，我能让他好过。回到家后，刘彩霞一顿埋怨宋大强：“你嘴怎么那么欠？提什么祖坟的事？”宋大强也后悔：“没事，过2天我再去一趟，爷估计就忘了这事了。”过2天，再过2天根本就来不及办手续了。宋大强也头疼，他没想到他爸妈竟然反对和解，一点也不为他的前途着想。又过了几天，这次刘厂长亲自去了医院，他的态度很诚恳，希望能够和林之秋家里达成和解。林大姐，您家这边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愿意尽全力弥补我犯下的过错。刘厂长恭敬地说道。林之秋也不墨迹。第一，出了这样的事，宋有田在机械厂再上班就不合适了。嫂子，您放心，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宋大哥还和以前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绝对不会给他小鞋穿的。刘厂长打断了林之秋的话，就差发誓了，他是真的不愿意招惹宋家了。现在是怕了，不会找麻烦。但是有田还有5、6年才退休呢，谁知道过个1年半载的刘厂长还会不会这么想了？林之秋不想赌人性，他怕以后这件事过去了，刘厂长翻身了再算旧账。刘厂长，是这样的，宋有田现在脑子不清楚，工作再继续干下去，怕是会给厂里造成损失，所以还是提前退了吧。刘厂长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希望能按照7级工的待遇退。林之秋其实想说8级工的，实在是整个机械厂8级工也不多，按照8级工的话有点太扎眼了。刘厂长点头，厂里7级工不少，按照7级工退没什么问题。另外，我们6个人的赔偿金、医药费、住院费、伙食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刘厂长听着林之秋那一长串的这费那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这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要求赔偿我们每个人1万元的赔偿金，当然住院费和医药费不包含在里面。
刘厂长听完立马垮了脸，6个人就是6万，这么多钱他没有啊。于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刘厂长赔付6个人每人5000块钱，共计3万元。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刘国胜要公开给我们家道歉。刘厂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就是林之秋不提，他也准备这么做。这件事影响恶劣，他必须想办法挽回点名誉，道歉就是最好的选择。林大姐，能不能别对外说我赔偿了你们多少钱？这一提议正合林之秋的心意。可以，我们就说赔了2000块钱营养费，你看行不？可以，可以。事情谈好后，第2天林之秋他们就办理了出院，老头老太太也跟着去了宋有田家里。好多天不见了，他们回去的时候，邻居都凑了过来。老宋、知秋，刘厂长赔了多少钱啊？赔了我们一家子2000块钱营养费，老宋也能提前退休。2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还在大家的猜测范围内。要是知道赔了3万，怕是被人嫉妒死。才2000啊！你们6个都住院了，我以为最少得赔你们5000呢。这么点钱，你们怎么就同意了呢？我们想要5万呢，他得有啊。就是你以为5000块钱是吹气呢？咱们普通人家能拿出500都是富裕人家了，2000也行了。老宋还能提前退了，也相当于多给几千块钱呢，跟5000差不了多少。邻居们互相讨论着离开了。林之秋他们回到家中就把大门关上了。3万块钱，6个人，每个人5000。林之秋先给老2口1万块钱，老爷子只拿了5000。我和你妈拿1份就行，其他的不要。爸，您别不要，这钱就是赔给您的，是您应得的。我们应得什么？这些钱不少了，够我和你妈花了。大嫂，给爸妈5000不少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5000爸妈不拿的话，有良你拿着。还没等林之秋话说完，宋有良就立刻拒绝了。大嫂，你这是骂我呢？我凭什么拿这钱？你这样是不是打我脸？有良，你听我说完，村里是不是要包地了？宋有良点头。前2天村长去开会了，政策已经下来了，年前差不多就开始个人承包了。那你有钱，你可是有4个儿子。我没钱，坑了不能要这个钱。你们要是借我可以。这个钱你拿去包地，就当给老宋家子孙攒点祖产。你们也不回村了，攒什么祖产？借我就拿，给我不要。2弟，以后爸妈的坟地，还有我和你大哥死后埋哪，这钱拿去买地，到时候我和你大哥才好意思埋在爸妈跟前。那能有多大地方？那地方都包我身上，我出了。林之秋哭笑不得，宋有良重情重义，是个非常好的人。爸，林之秋叫了老爷子一声，还得老爷子发话，宋有良才能听。老二，你就拿着吧。你大哥虽说现在不回去，没准老了就想回去了。买地总归是正经事，你也没钱，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就是你大哥给你就拿着，你大哥啥时候要是困难了你再帮，兄弟俩不就是应该互相帮助的吗？那就算我借的。林之秋不理他，接着拿给了他1万块钱。村里的荒山帮我们买2座。宋有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你们买那玩意干啥？荒山开出来可费工了，又产不了多少粮食，1000块钱一座都没人买。这个时候农村的山地不值钱，因为粮食产量低，种地不赚钱，不如上班赚得多。林之秋也不指望种地赚钱，他是在等动迁。钱在手里，孩子们都惦记，惹得家宅不宁的，都买了地也算一份家产。林之秋干巴巴的解释，老爷子倒是挺赞同。不管啥时候还得有自己的1亩3分地，买地买房都是正途。剩下的就是宋2强和宋3强了。你们兄弟1人5000，自己保管好，以后不管你们干什么，家里都不会再出钱了。林之秋警告道，这是赔给他们兄弟的钱，他不要，但是他也不想2人把钱挥霍了。妈，我不要，这钱就给您和爸养老吧。你不要，你老婆孩子你也不管了，孩子一点点大了，很多地方都是要用钱的。妈，孩子还小，以后我和2强会努力的，这钱我们真不要。春妮，拿着这钱让你爸给你们包地包山，就当我给孙子的。爸，宋2强还想说点什么，你闭嘴，这是给我孙子的。春妮娘家就在郊区，离市区很近，未来的4环地非常的值钱。林之秋很同意宋有田做的决定，买了地，宋2强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旁边的宋3强看着手里的钱，感觉有点烫手，他觉得自己应该客气一下。妈，这钱您给我保管吧。宋3强试探性的递出手里的钱。爸妈跟谁都拉拉扯扯的，不肯要给出去的钱，我这钱他们应该也不会要吧？要是不让一下，大家都该以为我不孝了。要是爸妈让我买房买地的话，我就把钱收回来。宋3强心眼子多，想得正美的时候，手里的钱就被拿走了。宋3强一脸不敢相信的看向林之秋，爷爷奶奶、2叔和2哥他们那里可是让了10来道啊，到我这里怎么不让了？林之秋似笑非笑的看着宋2强，怎么了？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不想放我这里。妈，你怎么不让？让什么？你还没成家，钱不应该交给家里吗？你放心，这钱妈都给你存着，等你结婚过日子了，妈再给你。林之秋是怕宋3强的恋爱脑，最终钱被何美娜骗了。骗了人就算了，钱可不行。这5000块钱可以买2个小院了。
老爷子挑了挑眉，刚才林之秋给宋三强钱的时候，老爷子就想说话了。他觉得宋三强又傻又憨的，给他这么多钱，不是往火坑里扔吗？你妈说的对，你的钱我们都帮你攒着，只要你不跟何美娜来往，这钱就是你的。宋有田说完就不理会宋二强了，转头对着老两口开口：爸妈，我也退休了，没什么事了，你们就在这住呗，过完年暖和了，愿意回去再回去住一段。对了，你这地方也不大，我们在这住也不方便。爸，我手里有钱，过几天就买个院子，到时候就我和知秋咱们一起住，我们伺候你们。老爷子一阵无语，非得让他把话说明白。你那个大儿子总来烦我，我不想在这了。宋有田和林之秋一阵无语，原来跟在宋大强身上。爸，别爸了，你那儿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啊？我懒得应付他，就这样走了。老爷子起身就往外边走。爸，吃完饭再回去呗。不吃了，再吃饭到家就天黑了。老二，去给你爷奶找辆车。宋二强赶紧到街上找车，林之秋去附近的供销社给老两口买了点心罐头，还买了不少熟食猪头肉、酱牛肉之类的带回去吃。一群人把老两口送上了车，正准备回家，就听见有人喊宋三强。三强，你先别回去了，把事说清楚。宋三强住院这么长时间，何美娜一次都没有去过医院，因为何美娜以为刘厂长肯定会解决这件事，她没必要再跟宋三强拉着不清，惹刘家不高兴。刘厂长确实如他所料解决了这件事，可是只解决了刘国胜的，他们何家的没帮着解决。安保队告诉他们，要是没有宋三强家的谅解书，他弟弟和爸爸至少要进去5年以上。三强，你找我干嘛？何美娜美目一红，眼泪立即就要掉了下来，那样子让看了的人心疼的不行。三强，那天的事你还怪我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想进机械厂就得跟刘国胜处对象，你知道我心里是有你的，可是我也不敢得罪刘国胜。本来我想等我进机械厂之后就跟他分手，可是没想到何美娜的模样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弄得像宋三强像负心汉一样。三强，你知道我心里是有你的。门缝里的几个人都认为宋三强要废了，他绝对扛不住。几个人刚想完，就听宋三强开口：那咱们结婚吧。何美娜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蠢货，稍稍用点手段就要和我结婚，我要是想结婚早就结了，能轮到你宋三强？咱们结婚我同意，可是我爸我哥还关着呢。门口的几个人目光齐齐看向宋三强，宋三强如果答应了，他们就会让宋三强从此离开这个家。那没事，咱们先登记，登记之后咱们就去把爸和哥接出来。几个人一点都不意外，宋三强要是拒绝了他们才觉得不正常。三强，我爸他们不出来，我哪有心情去登记啊？结婚是高高兴兴的事，你忍心看我哭哭啼啼的跟你去登记？一辈子就这一次，我想高高兴兴的跟你去登记，以后跟我们的孩子讲起来，也是我们甜蜜的回忆。那就等你爸他们回来，你再来找我吧。说着，宋三强转身就要进大杂院，何美娜连忙拉住了宋三强的胳膊。三强，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要是还生气，你就打我骂我，可以吗？不要不理我。何美娜楚楚可怜，满目柔情地看着宋三强，但是下一秒，何美娜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是你让我打的。何美娜心里恨透了宋三强，嘴上却说：那你消气了吗？能原谅我吗？不能。三强，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把这几年你花我的钱都还给我，我就原谅你。何美娜愣了一下，她就是说说，没想到宋三强还真敢提条件。我花了你多少钱？何美娜的脸有些僵硬，她再也保持不了自己动人的一面了。宋三强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字。我都记录了，从我认识你至今，一共花了456块6毛8。何美娜满脸的难以置信。宋三强，你记这些干嘛？何美娜遇到的男人没有100也有20了，还没有一个宋三强这么样的，把给他花的钱都记账的。宋三强有点不好意思，以前我想着都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就想记录下来。三强，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现在这些钱我真的拿不出来，不过你放心，等我有钱了一定还给你。等有钱再来找我吧。三强，求求你先救救我爸和我哥行不行？何美娜，我说的还不清楚吗？第一跟我结婚，第二先把花我的钱还给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也没办法。何美娜再次晃动宋三强的胳膊。我同意结婚，不过我爸还在看守所，我哪有心思结婚啊？三强。宋三强一把甩开何美娜的手。不能结婚就别拉拉扯扯的，我以后还要结婚的，被人看见传出去，对我的名声不好。何美娜险些被气出内伤。三强，你真的这么绝情？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说放下就放下了？美娜，不是我绝情，我多喜欢你，他可以作证。我一个月23块5的工资，我自己3块5都花不上，剩下的都给你花了。我知道，只要我爸我哥出来，我们就高高兴兴的结婚。他们出不出来，我都不高兴，所以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我帮不上你。你怎么会帮不上？只要你出谅解书就行了。我凭什么出谅解书？
三强，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就不能高抬贵手吗？我谈法律，你跟我谈感情；我谈感情，你跟我耍流氓。何美娜，你真当我是傻子是吗？什么都不想付出，就凭这张嘴就想让我给你谅解书，你脸怎么那么大呢？你不应该来求我，你应该让刘厂长处理刘国胜的事的时候，顺便把你家的事业处理了，毕竟你们是对象的关系。林之秋要给宋三强鼓掌了，这小子长进了，面对美色丝毫不动摇。何美娜这么长时间没露面，就是这么想的。可惜刘厂长压根就没打算管，这一场横祸就是何美娜造成的，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帮她。宋三强，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何美娜终于忍不住了。何美娜，你拿什么定义我？我是哪样的人？你就是薄情寡义、忘恩负义、吃里扒外、没脸没皮、厚颜无耻。何美娜把能想到讽刺宋三强的词都说了一遍。人有很多面，你看到我哪一面，你就配哪一面。何美娜从来没有看到宋三强的这一面，没想到宋三强的嘴皮子功夫这么厉害。林之秋要给儿子鼓掌了，小儿子不恋爱脑的时候，智商还是很在线的。宋三强，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是这样，以后你都别来找我了。何美娜，只希望你不要来找我。宋三强鼻孔哼了一声，这女人除了美貌别的一无是处。他奇怪自己之前是怎么看上这么蠢的人的，还做了那么多的蠢事。漂亮有什么用？大嫂也漂亮，还不是蠢的要死，在妈手底下一个回合都过不去就炸毛。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不是谁都有的。宋三强说了这么一句，晃晃悠悠地往大门走去。宋三强，你别后悔。宋家院子里面，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宋三强。宋三强竟然真的拒绝了何美娜，去把这钱存上，这么多钱放家里不安全。林之秋把宋三强的5000块钱递给了宋有田，宋有田正满心期待吃瓜呢，怎么就把他打发走了？要不等你处理完三强的事我再去，我怕这混小子把你气坏了。处理三强什么？何美娜的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处理？妈，您真的不管我了？我管，我怎么管？您不问问我怎么想的？宋三强期盼地看着老妈。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呗，你爸早就跟你说清楚了，你要是娶何美娜就从家里滚出去，你是自己过还是上门都随便，反正我还有2个儿子2个女儿，有没有你都一样。妈，那怎么能一样？我可是你最爱的小儿子啊。妈，您放心，以后我和二强给你们养老。你看见没？没你影响不了一点我和你爸的生活质量，你要是赖在家里多少还是影响我们的。妈，我也给您2老养老，等你们老了，不要跟大哥二哥他们都不称你们的心，我才是你们最爱的小儿子。宋三强赶紧表态，可是春妮不爱听了。宋三强，你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们不充妈的心啊？就你那样的，赚了几年的工资都打给何美娜了，1分钱都不孝敬给咱妈，他们能指望上你？指望你还不得站十字路口等西北风啊？你个农村的女人，要工作没工作，要文化没文化，我妈最看不上你了，你不知道吗？二嫂这么说，宋三强也不客气了，不用春妮开口，林之秋不愿意了。你爷你爸都是农村人出身，怎么你还看不起农民？谁给你的底气？你二嫂在这家尽心尽力地伺候着这一大家子，你不感恩就算了，还敢这么讽刺她？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嫂子说话？三强，给你二嫂道歉，你说的是人话，白下你二嫂这些年伺候你了。宋有田瞪着宋三强，面对着宋有田的虎视眈眈，宋三强一句废话不敢说。二嫂，对不起，我不是那么想的，就是话赶话说到那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行不行？不管你怎么想的，都跟我没关系。以后你的衣服自己洗，房间自己收拾，我做的饭你也别吃。我伺候公婆可以，但你是成年的小叔子，我没有义务。宋三强一嘴的苦涩，都怪这张破嘴，把二嫂得罪了。时间又过去了10几天，这天林之秋他们吃饭的时候，宋大强回来了。爸妈，我来看你们了，你们出院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呢？害得我白跑一趟。大哥，我们都出院10多天了，你才去医院？宋大强尴尬了一下，我不是最近忙，没空去吗？你们也是，出院应该告诉我一声，害得我白跑。爸妈住院那么多天，不见你去伺候一下，出院了还要特意通知你。宋大强被怼的脸有点挂不住。老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怎么跟你说话？我坐着跟你说话。宋三强听到二哥的话，差点笑喷了。宋大强满脸怒色地看着这俩兄弟，他今天来有正事，没空跟他们浪费时间。爸妈，刘厂长给的什么条件？你们才出院的？宋大强期待地看着宋有田和林之秋。林之秋早就跟家里人说好了，赔钱的事谁也不能说，包括宋大强。刘厂长当着厂里人的面给我们道歉。宋大强还等着林之秋的下话，可是林之秋没有再说的意思。宋大强不得不接着问：还有呢？还有就是你爸退休了。林之秋故意不说赔钱的事。那赔了多少钱？钱哦，给了2000块钱的营养费，我们也不是想要这个钱，是刘厂长非要给的，给了你爷奶1000，剩下的我们4个人一人250。宋二强和宋三强嘴角直抽，就不能说给他们200吗？250多难听啊！怎么可能？您别骗我了！宋大强根本就不相信，2万不要2000，当他也是250呢。我骗你干什么？钱又不给你花，你问我，我好心告诉你，你不信就算了。怎么可能啊？之前给您2万都没有同意，现在怎么可能2000就同意了？
给2万的时候，刘厂长没同意道歉啊，现在当着几万工人给我们道歉了，自然是不能给我们那么多钱了。您这样就没意思了，我是家里的大儿子，家里的事有知情的权利。你爸妈还活着呢，这个家还是我们说了算。我告诉你的你不信，不信就算了。还有你这个大儿子给弟弟妹妹做出了什么榜样？想要别人尊重你，你配吗？宋大强满脸通红，您那套说辞骗小孩子还行？你认为骗就骗了吧。宋大强压制着心里的愤怒，今天来必须搞到钱，再不办手续就来不及了。宋大强今天来特意没带刘彩霞，他怕刘彩霞来了几句言语不合再吵起来，坏了他的大事。爸妈，你们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但是我现在真的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再不办手续就来不及了。那你就办啊！宋大强立刻希冀地看着林之秋，我手头紧张，您能不能先给我拿点？我们也没有啊，前几天我跟你爸的工资还有分到的500块钱都借给你二叔包弟去了。宋大强看林之秋还跟他装傻，心中气恼。您就别装了，刘厂长最少给了家里2万，家里怎么可能没钱？我不多要，给我1万就行。林之秋被气笑了，你还不多要？别说刘厂长没给，就是给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凭什么给你1万？我出国也是为咱们家争光，这不是荣耀吗？回村一说，您和我爸多有面子，咱们家在村里的地位就不一样了。你这面子太贵，我买不起。我再说一次，刘厂长就给家里2000块钱，你爱信不信？宋大强沉不住气了，妈，您这样就没意思了。谁家除了有出息的人，不是全家托举一人，为了家族的以后着想？家族有了我当后盾才能发展起来，要不一辈子都是你腿子。爸，您说呢？宋大强，你上大学不是全家托举你上的吗？你毕业之后有回馈家里一点吗？你给我们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工作几年了，还想着家里继续托举你？你读书老师教你的就是厚颜无耻，把脸皮置之度外吗？林之秋真的怒了，还想怎么托举他？他们这样的家庭出一个大学生容易吗？宋大强被林之秋扒得一点脸都没有，不过今天这事他就是求也得求来。爸妈，我刚工作，能力也不是太出众，所以没能给家里什么回馈。不过这次不一样，家里再帮我最后一次行不行？宋二强和宋三强都对大哥的话嗤之以鼻，现在用到家里了，什么好听的都能说得出来。他们相信，就算大哥回来了真有什么出息，他们也是一点光都借不上。不过他们也没钱给大哥拿，这事他们就只有听着的份。要是以前他们还担心家里会不会把钱都给大哥拿去，现在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大强，家里也想帮你，但是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你2弟还在货站扛大包，你3弟还是临时工，你小妹还要考大学，家里的负担很重。爸妈也不是就你一个孩子，能帮你的我们都尽力了。以后你想干什么，还是靠自己吧。爸，就当我从家里借行了吧，我以后挣钱先还家里。大强，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就要刘厂长的道歉了，根本没要钱，我这命是能有几万块钱的命吗？爸，我给家里打欠条行吗？打欠条也没有啊。爸，您是我亲爸吗？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前途尽毁？大强，你不出国就在单位好好干，怎么能说前途尽毁呢？你作为10几年来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你已经在享受时代的红利了，你别不知足。今年你们同一个学校毕业的，还能分进你们单位吗？还能有你们刚毕业时的待遇吗？像宋大强那批毕业的大学生，简直就是香饽饽。这时候的大学生含金量很高，不过连续2届毕业生，单位里都引进了不少。今年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明显没有那么抢手了。我确实是赶上了好时候，这我承认。可是现在有更好的机会摆在眼前，我想争取一下。你有上进心是好事，可是家里实在是没有能力帮你了，你还是靠你自己吧。单位评上先进或者有特殊贡献，你都有机会考研读博，继续提升自己，都是很好的出路。宋大强发现大道理宋有田比他讲的还溜，他现在没办法靠语言说动爸妈了。以后我出国赚点钱都给家里寄回来，这样总行了吧？之前林之秋说过，只要他把出国赚点钱交给家里，就同意给他拿钱。之前他没有同意，现在时间不等人，他不得不妥协。不过他是准备黑在那里的，到时候赚多少钱家里不可能知道。林之秋白眼差点翻上天，他之前就是试探一下，让宋大强自己打退堂鼓，现在还顺杆爬了，他才不信宋大强以后会把赚的钱交给家里。大强，说了多少次了，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钱，就算你给家里，我们也拿不出来啊。妈是希望你有大出息，可是家里实在是无能为力。那家里能不能给我凑5000块钱？我真的急用，这次就算我最后求你们一次，以后再也不会用家里的钱了。家里能不能凑够5000块钱，你不清楚吗？林之秋不愿意再磨叽了，还是让他死心吧。你们的工作能不能先卖了？你们放心，以后养老我来，你们跟着我，我肯定好好孝敬你们。宋大强，你耳朵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宋大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耳朵没病啊。你进屋我就说了，你爸已经办了退休，我也还有1年就退休了，退休就可以安享晚年了。我是不可能卖工作的，家里还有2个没工作的呢，我怎么可能卖工作？
大哥，我不同意妈卖工作，我也不要妈的工作，让妈正常退休，有退休金以后不用再为钱发愁。我也不同意妈卖工作，我和二哥一样都不要妈的工作，妈一辈子都围着我们转，我想她也有自己想做的事，让爸妈晚年不为钱发愁，每个月有工资拿，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宋三强紧跟着表态，父母有退休金，他们养老会轻松很多，可不能让宋大强把家里榨干了。林之秋立刻对两个儿子投去赞赏的眼神。宋二强和宋三强腰板挺直，他们没有大能耐，给不了父母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拖父母后腿。爸妈有工资，晚年肯定无忧无虑。我回来后赚的钱都交给家里，比您的退休工资高多了。退休工资我活到100岁就能开到100岁，你工资能给我几十年吗？工资还年年都上涨，还有医保这些，看病都不需要我自己花钱，以后不管我生什么病你都给我治吗？宋大强想先答应，可是现实并不允许啊。今天他两个兄弟都在，他要是敢答应，以后不管老两口有什么事，都是他管了。宋大强觉得非常的不划算。爸妈，你们只要给我5000，以后我10倍的回报给你们。你们的工资就算开到80，也开不了那么多钱吧？我们的退休工资年年都涨，也许过几年一年就5、6万了。工作不管开多少钱，都是我和你爸最后的保障，所以请你不要惦记了。家里也没本事给你张罗5000块钱，天也晚了，早点回去吧。妈，您怎么能这么自私？你的前途你自己去争取，回来绑架家里干什么？家里欠你的，给你供完了大学，你还不知足？行，家里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以后就不要后悔。宋大强隐隐地威胁着林之秋和宋有田。宋大强，你作为家里的长子就应该赡养父母，按照法律你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别说我们还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就是一天书不让你读，你也得养我们。这个月你1半的工资还没有交给家里呢，怎么想让我去你单位跟你的领导谈谈？宋大强眼神凉凉的，从兜里掏出20块钱丢在地上。春妮，捡起来，这个月买菜钱有了。听见婆婆叫她，春妮赶紧把地上的20块钱捡起来了。妈，这些钱都是这个月的买菜钱。春妮眼睛亮亮的。不够再来管我要，家里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以后早上都要吃鸡蛋，你再去订点鲜牛奶，早上都给孩子安排上，多买点肥肉，家里人也不能断了荤腥，这些年亏了底子，以后都要慢慢的补回来。林之秋意有所指的说道，以前宋大强读书的时候，不管家里有多困难，每天早上宋大强雷打不动的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其他姊妹只有咽口水的份，家里人为什么底子会亏？宋大强自己好好想想吧。宋大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吃小灶又不是我要求的，再说了我读书脑子累，不是应该的吗？宋大强转身出了大杂院，就算家里不给他拿钱，他也要想办法。宋大强家中，刘彩霞脸色非常的难看。我告诉你，宋大强，这次你家要是不拿钱，以后你别想让我跟你回去。冷静点，现在说气话解决不了问题。宋大强皱着眉头。我冷静得了吗？我不信你家没要到钱，肯定比2万块还多。他们明明有钱，却不肯给你拿，你让我怎么冷静？刘彩霞不相信有人会为了道歉不要钱的。明天我再去大姐那，大姐那有3000，爷奶奶肯定也分了钱的，我再跟二叔小姑他们借点，应该也差不多。宋大强在回来的路上就打算好了，他把所有人都算计到了，就是没有想过人家会不借给他。刘彩霞一听，心里还是有些不得劲，明明不用这么麻烦的，公婆那里有却不给他们，现在还得宋大强出去借，大姐的钱还能赖着不给，他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可是其他人的钱都是要还的，老两口的钱他们不敢不还。虽然老太太年纪大了，可是老太太的实力不容小觑，他们敢赖账，老太太能把他们的房顶掀翻。他们还不知道宋三强已经跟大姐借过钱了，还出了大事，信息闭塞让两口子白算计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宋大强就出门了。刘彩霞想跟着宋大强没让，大姐她自己就能搞定，多说点小时候的事，大姐肯定就心软了。刘彩霞在还影响她发挥。宋大强的家离宋春华的家有点远，骑自行车走了差不多40分钟才到。同志，你找谁？宋大强愣了一下，左右看看是不是自己找错门了。你是来找宋春华同志的吧？宋大强赶紧点点头。宋同志已经把房子租给我们了，他们已经搬去新家了。新家？宋大强根本不知道，在医院见过宋春华2回，也没说什么话，所以家里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宋春华的弟弟，您知道我大姐搬哪去了吗？宋大强着急地问道。大姐这3000块钱对他很重要。你是宋同志的弟弟，你不知道你大姐搬哪去了？宋同志搬家的时候，他的2个弟弟也过来了，你不知道？宋大强尴尬了一下，我最近有点忙，没顾上我大姐，可能是我2个弟弟过来帮忙搬的。那您能把我大姐的地址告诉我一下吗？中年男人摇了摇头，不管宋大强说的真的假的，他都不能把宋春华的地址随意泄露。如果他们真是一家人，自然是有办法从其他地方知道；如果不是，他更不能让宋同志母女有危险。宋大强看见中年男人不肯告诉他，赶紧骑上自行车向家里赶去。家里竟然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他，越来越不把他这个长子当回事了。等宋大强到了家附近时，看见了刚要上班的宋三强。宋三强像是没看见宋大强一样，径直从他旁边走过。宋三强，你没看见我吗？宋大强要气死了，宋三强竟然装起了睁眼瞎。
哟，这不是我们家的大学生回来了吗？您等一下，我回家焚香沐浴更衣，看看有没有红地毯铺上迎接您。宋三强怪腔怪调的，宋大强气得不轻。他虽然读书好，但是嘴皮子功夫不如宋三强。我是问你，你看见我怎么不打招呼就走？大哥，你看看几点了？我上班都迟到了，哪有空四处乱看？我们单位迟到可是要扣钱的。宋大强从兜里掏出5块钱，给你，耽误你2分钟。哎呦，铁公鸡拔毛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宋三强连忙抢下那5块钱。最近他在躲着何美娜，每天晚出早归的，让何美娜每次都堵不到他。别说满勤奖了，工作怕是都要不保了。宋大强也不跟宋二强废话，大姐搬哪去了？宋三强眼珠转了转，大哥还不死心啊，又打上大姐的主意了。上次他伤害了大姐和满满，这次他决定挺身而出，让大哥直接美梦破碎。你找大姐干嘛？别废话，拿了钱就办事。宋大强看了看宋三强手里的5块钱，大哥，这5块是你赔偿我满勤奖的，跟打听大姐住址可没关系。宋大强咬着后槽牙，心疼的又掏出5块钱递了过去。快点说，大哥，你真是天打雷劈大好人，救苦救难活阎王。再废话，钱还我。宋三强笑嘻嘻的道：大哥，你说笑了不是？到我手的钱我还能退回去，不就是大姐的地址吗？我告诉你也没什么，大姐在后面的胡同买了个小院，大哥，那院可好了，独门独户的，清静的很，还有一大片菜园，我可喜欢了嘛。可惜就是太贵了，我这辈子都买不起。花了多少钱买的？3000多呢。宋大强只觉得眼前发黑。大姐有房子还买什么？大哥，你这话说的，谁会嫌弃产业多呢？这个房子是给满满买的，房子以后可是会越来越贵的。你在建设局上班，这些比我应该清楚啊，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大哥，你上班是不是禁婚日子了？你这样可不行啊！宋大强感觉天塌了，大姐没钱了，他就是找到大姐也没用了。宋大强失魂落魄的离开了，宋三强看得直乐，让你谁的主意都打，那是大姐夫的抚恤金也好意思打主意？呸！他完全忘了自己也去借钱，差点被赶出家门的事。宋大强失魂落魄的往老家赶，他不甘心梦想就这么破灭。他可是老宋家的希望，他相信爷爷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他前途受阻的。中午的时候，宋大强赶到了老家，大队部此时非常的热闹，个个都非常的激动。从今以后地就是他们自己的了，家里条件好的合计着多买2亩地，条件不好的就等着分自己家的口粮田。宋大强虽然听到了喧闹的声音，但是他满心都在想钱的事，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看热闹。宋有良家只有老太太在家，其他大人孩子都去大队部看热闹了。老太太看到宋大强愣了一下，大孙子回来了。奶奶，我爷爷呢？你爷爷他们去大队部看热闹了。啥热闹啊？大队分地啊。大孙子，你找你爷爷干啥？知道家里没钱，回来送钱来了。宋大强这才想起来，今年是国有土地转型的第1年。先前他知道这个消息，没觉得这个事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可是他爷爷奶奶有钱了，这事就跟他有关系了。奶奶，我去看看。宋大强说完，转身就往大队部跑。老太太说的什么送钱，他选择性的失聪。宋大强慌慌张张跑到大队部，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的惊呼，他急忙往里挤，生怕晚了耽误自己的出国大事。人群见是宋大强，纷纷打趣：大学生回来了，也来给你二叔送钱买地吗？宋大强注意到野字，却没工夫细问，只勉强笑了笑。爷爷，二叔，咱家买地了。你家没买，你二叔买了。老爷子和宋有良早就猜到他会来，家里要不到钱，宋春华的钱买了房子，宋大强肯定会来找他们。爷爷，看您这话，二叔跟咱们不是一家吗？我跟你二叔过，我们是一家，你可不是啊。爷爷，您看您说的，我可是长子长孙。长子长孙，给我们宋家出点力吧，给我们宋家买点祖产，怎么样？宋大强脸色一僵，爷爷，我不知道今天咱村分地，回来也没有什么准备。没事，大强，你看上哪块地了？大伯先赊你，等你明天送钱来，跟你说全村就你有这个待遇，别人我根本信不着。村长笑哈哈的说道。宋大强脸涨红，大伯，我爷爷开玩笑呢，我和我媳妇都有工作，哪有空回来种地？你爸不是退休了吗？你妈明年也退休了吧？给他们买块宅基地呗，有空就回来住住，还能照顾老人。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村长好像想要为难一下宋大强。大伯，谢谢您的好意，我刚工作，手里没什么钱，等过2年手里宽裕了，再给爸妈置办块地。村里出去的大学生，现在说自己买地都买不起，谁信啊？我的工资，宋大强想说他的工资一半给了家里，即便才给了2个月，之前的存款不也被林之秋都拿走了吗？就算一直给了。宋有良没等他说完，立刻把话接了过去。大强媳妇是个孝顺的孩子，结婚这么久，工资还都交给娘家保管呢。小两口爱面子，吃穿都讲究，剩不下什么钱。我大哥供他上学欠下的账，到现在还没有还完呢。众人听到后都是一愣，他们以为宋有田家在城里不知道过得多好呢。大学生赚钱1分钱不给家里，还让媳妇把工资都交给娘家，家里为他上大学结婚欠的钱1分都不还。底下的人都大声的议论着，好像根本不知道当事人就在屋里听着呢。二叔，我和彩霞哪有那么不堪？您这样说，我以后
后还怎么回村？宋大强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想把老爷子请回家里说。爷爷，咱回家呗，我回来有点事。啥事啊？我在这坟地呢，走不开。二叔不是在这呢吗？老爷子想了想，今天的人就丢到这吧，一会再说出赔款的事就不妙了，才不外露。他们回来一直说赔了2000。宋有良家里地分完了没有？大强说有事，我就先回来了。那买着地没有？老太太最关心这事。买了。那就好，咱庄稼人就指着这点地活着吗？宋大强也听出来了，老家真的买地了，他赶紧问爷爷，咱家买了多少地啊？什么咱家？是你二叔家，跟你家可没关系。二叔买了多少地啊？你二叔买了一座山，20多亩地，还有几块宅基地。给宋有田买的山和地都记在老爷子的名下，以后就归宋有田。老爷子跟宋有良说好了，宋有良自然没有意见。他买地的钱还是管大哥借的呢，没有大哥他顶多能买10几亩地，那么一座大山他眼馋也买不起。宋大强一听慌了，买这么多地得多少钱啊？1万来块钱吧。其实没有那么多，借的5000块钱都没有花完。宋大强心里凉了半截，脸都僵硬了，他决定不再拖延了。爷爷，我要出国的事前些天跟您说过了，您觉得怎么样？挺好啊，出呗。老爷子非常的赞同。爷爷，可是我钱不够，您看差多少啊？爷爷，差1万。1万呢？那你直接跟你老丈人家说啊，你媳妇1个月40、50的工资，1年就是5000，你们结婚2年多了，最少也给了娘家1万块了，不正好够你出国吗？老爷子咔咔一顿算。爷爷，给他家的钱恐怕要不回来了，给他们可能就花了，哪里还能剩下？你问了？老爷子抬头看着宋大强。宋大强还真的没问，因为刘彩霞娘家根本不可能把钱吐出来。我没问，问了也是。没等他说完，老爷子不满意的打断他的话。你问都没问，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也许人家要女儿的钱，就是怕你们2口子乱花，帮姑娘存着呢。爷爷，彩霞的娘家我还是了解的，她2个弟弟这2年盖房子、结婚啥的花了不少，应该没什么钱了。那你是养活你老丈人一家人呢，结婚盖房子都得你出。大强啊，这你就不对了。你养活你老丈人咱们管不着，但你别一用钱就想着你这800年也不回来的老家。爷爷，我想管您借点钱，1年内肯定还您。大强啊，我不是刚说了，家里的钱都拿去买地了吗？我和你奶奶都多少年没干活了，哪里有钱？爷爷，您真不帮我？帮不了，没钱。你也说了，我是你爷，1代人不管2代的事。大强，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回家跟你媳妇好好商量商量呢。在这为难我们2个干嘛？说出去好听吗？你们学校单位就这么培养你的？宋大强失望地看了一眼爷爷奶奶，转身就走。这个地方他一辈子都不想再来了。宋大强家中，刘彩霞今天特意请了假没上班，在家里等消息。看到宋大强回来，连忙询问：怎么样，拿到钱了吗？宋大强木讷地摇了摇头。刘彩霞立刻炸了：什么？你没拿到？大姐的钱拿去买了院子，爷爷奶奶的钱拿去买了地。他们买房子买地，能有你出国重要吗？刘彩霞气坏了，家里已经没人在乎我了，我在家里再也拿不到1分钱了。凭什么？你是长子，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他们凭什么不在乎？就算不在乎也得给钱。宋大强突然想起了老爷子的话：媳妇，你问问你娘家有多少钱，能给我凑点吗？刘彩霞本来就崩溃了，听见宋大强还敢惦记他娘家的钱，彻底炸锅了。宋大强，你还是不是男人？媳妇娘家的钱你也好意思惦记？宋大强本来就受了打击，听到刘彩霞这么骂他，他也来了脾气。你跟我谈恋爱到结婚，一直在往娘家搭钱，我说什么了吗？谁家女的结婚了，工资还交给娘家？你们单位、你同学、你朋友有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我说什么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困难，只是想让你娘家帮一把。刘彩霞，我告诉你，这次你家给我拿钱，我宋大强以后拿他们当亲生父母一样供养，借的钱双倍偿还。要是这次帮不了我，刘彩霞，你再敢往娘家拿1分钱，你就给我滚，咱们离婚。宋大强脸上带着狠劲，他不是开玩笑呢。刘彩霞看见宋大强这样，也恢复了理智。离婚？怎么可能？她花费了无数心机才嫁给了宋大强，怎么可能离婚？宋大强大学毕业，人长得好，工作好，家里是工人家庭，以刘彩霞的条件是高攀的，离了婚他就是2婚了，上哪去找宋大强这个条件的？可是想从他家虎口拔牙，他不禁浑身颤抖。宋大强，你有能耐就往自己家使去，想管我娘家要钱，没门！刘彩霞放下一句狠话就出了家门。宋大强颓废地坐在地上，他的出国梦彻底碎了。